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今日哥哥就非办了你这个小贱人不可。大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妹妹，你杀了二哥哥！快把这里的屋子都搜清楚了！大小姐，你快回房间，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。要是你在这里被抓到，就一切都完了。可是你怎么办？大小姐，您待奴婢亲如姐妹，如今是奴婢报答您的时候了。您要记住了，您是黄衣将军之女西凉墨，切不可再如此一味任人欺凌。天哪，二少爷死了！抓住那个贱婢！快到房里把大小姐也带过来！夫人，饶了我吧！奴婢不是有意伤了二少爷的。伤了？你这个贱婢，亲手杀了我的儿子！白眉，二娘，求您看在白眉多年规规矩矩的份上，放了他吧。莫姐儿可算是来了。你治下不严，纵奴伤亲，如今还有护着这事主的贱婢。我国公府里竟然养出了你这不孝不义之女吗？脱开大小姐，将那贱婢杖打30大板，再送到窑子去。不要，二娘，求你不要！这是要让白眉活活被凌辱致死。既然大小姐不知廉耻的护着，那就一起打。小姐，走！瞧她那样子，还大小姐呢，连个下人都比她强。谁让他有这么一个亲娘呢？女儿过着和狗争似的日子，亲娘问也不问。将莫姐儿拖开，再把那贱丫头送到窑子里去。既然莫姐儿腿都被打断了，还是这般冥顽不灵，便让她好好关刑吧。求你们不要再夺走我的任何东西了，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。娘，求你救救白眉！你若再不出来，我就死在这里给你看。刘嬷嬷死了，白眉也要死了，活下去又有什么意思？施主回去吧。凭你已是方外之人，不会参与任何俗世杂物。从今往后，也请你不要再来找贫尼了。为什么对我不闻不问这么多年，任由我受尽欺凌？我是你的女儿啊！既然你不要我，那为什么要生下我？为什么要让我活下来？如果可以，我宁愿你从来没有出生过。
快来看啊！瞧他那副狗奴才模样，一个大小姐居然还跟狗抢吃的。哥哥，放开我！真是不错，真的。没玩2下就死了，真没用。我为什么要活下来？该死的人，该死的人是我。父亲，为什么要舍弃我？我已经为你付出一切了。因为你去死，对我而言更有用。这是哪里？这些记忆是什么？我绝不会放过他们！多德，杀了他们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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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竟然是这样！原来你和我一样，都被至亲的人舍弃，失去一切。他们都把我们踩在脚下，想让我们死。既然如此，就不要怪我们从地狱里爬回来，让他们一步步付出代价。你不就仗着是4少爷屋里的人吗？还没有他姨娘呢，也敢装半个主子，欺负到我头上来了。绿俏，你敢说你没拿我的绿血寒芳枝？你偷了我的东西，竟还在这儿骂人！哟，你摆出这副狐妹子的样子给谁看啊？那绿血寒芳枝是我去莫吉尔那拿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再胡诌，小心我撕烂你的嘴！这是在做什么？什么东西值得你们如此争执？还这般大庭广众的掐架？县主，是这绿血寒芳枝，原也不是什么值钱的玩意儿，只是奴婢专门订来的，几日前却不见了。奴婢与绿俏同屋，却不晓得为何他手上也有这东西，方才问问他的。哼，不就是一盒胭脂膏子吗？还是这怪异至极的绿色，涂了当心变得绿头苍蝇。红莲姐姐，你们有所不知，这膏子虽不贵重，但好在是莫吉尔现做的，细腻的很。这粉绿抹在脸上，能显得皮肤透亮细腻，又不至于过白呢。哦，是莫吉尔啊！糟了，不应该多嘴的。县主最厌恶莫吉尔了，我怎么就在他面前提起这个人？想不到莫吉尔上次受罚，腿脚也不知好没有，倒是有心弄起这些脂粉来了。既然事情起源于他，那我便去瞧瞧吧。小姐，不好了，县主来了！来了便来了，有什么可慌张的？自打2月出了事，小姐院子里伺候的人就剩下我和做粗活的白嬷嬷。小姐虽然还是话很少，但却像变了一个人，总让人觉得有些害怕。走吧，该迎接县主了。哼，总算是来了。他不来，我这出大戏可没法开唱了。
听闻墨姐好兴致，在院子里调弄脂粉，看样子你的腿脚可是大好了。可惜二哥哥勉强捡回条命，却仍旧昏迷不醒。谢谢县主关心。墨儿这些日子腿脚不好，这几日虽然能下床了，但也只能在院子里调理些花草脂粉，全当打发时间而已。这就是西凉仙了，原主是国公夫人兰氏之女，按理应是身份贵重的嫡长女，可当年兰氏女扮男装从军，弄得满城风雨，靠着兰大将军和皇帝撑腰，才嫁入百年望族西凉家。兰大将军过世后，兰氏一门没落，兰氏闭门吃斋念佛10多年，对原主也不闻不问。入门没多久的韩氏也由皇家指婚，扶为平妻，兼封2品诰命。从此世人便只知国公府邸的二夫人韩氏。西凉仙作为韩氏所出，成了嫡女，而原主嫡女的名头被摘去，只写了兰氏之女。这就是让那几个丫鬟吵得不像话的东西。哼，墨姐儿，你这都是什么东西啊？胭脂怎么也有这些黑呀灰呀的？这些奇怪的颜色真的能涂在脸上吗？这东西还真不好解释。县主，不如这样，请红莲姑娘在这里坐坐，我为她上一次妆。若是真的不好，这里有水，洗去便是。既如此，你去吧。要是她敢化个乱七八糟的妆，我就要她好看。那么，冒犯了。好了。这是西凉墨到底是何时学会这等技艺的？便是宫里的嬷嬷，怕是也没有这等技法。红莲姑娘果然好颜色，从前寡淡清雅了些，否则姨娘也是做得的。是啊，墨姐这东西还当真是好东西，难怪会引得院子里争执纷纷，不得安生了。墨儿自知处事常有不妥之处，或许引来姑娘们误会。这些是墨儿自制的脂粉，虽不值钱，却是昨日才取的鲜花新制而成。县主今日难得过来，且拿回去打赏得力的下人，就当是墨儿的赔礼，还望县主宽恕。西凉仙这人最好面子，虽然看不上我，但哪个姑娘对这些脂粉不爱？不过是不好开口，怕掉了身份，才故意冷言刺我罢了。既然墨姐一番心意，那我就不服你的面子了。难得今日西凉墨识趣，便饶了他这一回。恭送县主。小姐，小姐，还好这一次没有再让县主他们拿了把柄，你的腿可不能再受伤了。现在你连站久了都会腿疼，再上一次，你就真的再也走不了路了。他们若是有能耐再来拿捏我的把柄，我倒是求之不得。比起这个，四小姐快到议亲的日子了吧？听说夫人挑了许久，后日便是王御史的夫人亲自上门做保人。四小姐西凉丹是西凉仙的嫡妹，虽然和西凉仙同为异母所出，却全无那二人的半点心机，是个只懂得撒泼耍狠的蠢货，用来开刀再合适不过了。是的，奴婢听四小姐香雪阁外洒扫的粗使丫头提了一嘴，她是奴婢的同乡，平时我们都会说一下话。这几日多和她吃几次茶吧，我们还有不少小事要麻烦她呢。西凉
来了。陈月姑娘，这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你还敢装蒜？前几日你拿给县主的那些破玩意儿，竟害得我们四小姐身体不舒服。四小姐正是议亲的时候，你闹出这么大的事儿，夫人绝对饶不了你。我那些玩意儿是送给县主打赏下人的，四小姐怎么会去用？像四小姐这样身娇肉贵的人，确实是不合适用的。你闹出这样的则事，还敢推卸责任？反了！这半奴不主的西凉墨，居然还敢顶我的嘴！狗胆！给这小贱人一顿教训，为四小姐出气！你们敢？我怎么说也是个主子，你们这些狗奴才，有什么资格碰我？你敢骂我是狗奴才？一个连奴才都不如的主子，也敢在我面前拿主子款，打死又如何？你做什么？快放开我们小姐！这都是干什么？反了吗？这御史夫人来的可比我想象的快。二夫人，你看墨姐儿她，夫人最不喜欢西凉墨，这次说不定就彻底把她那腿打断了。住嘴！你以下犯上，还敢在夫人面前乱嚼舌根！让御史夫人见笑了，是我们府御下不严，还望夫人海涵。原来国公府一个下人也能这般对待自己的主子，喊打喊杀，还真是让本夫人大开眼界。王御史硬气古板，整日不是弹劾这个就是弹劾那个，谁的仗义不门？偏偏多疑的皇上也因此对他格外重用。御史夫人也是个耿直性子，若此事传到王御史那里，他参夫君一个治家不严，都是奴婢的不是。这些日子陪夫人忙着几位小姐的婚事，加上四小姐又心软和善，才养出程月这样的刁奴。得赶紧将此事圆过去，不能让夫人被御史夫人抓住把柄。奴婢自请罚俸3个月。下不为例，还不把这个恶毒犯上的刁奴拖出去打死！夫人，奴婢知道错了，您饶了奴婢吧，奴婢再也不敢了。你冒犯的可是大小姐，我是断断饶不了你的。大小姐，你就饶了我吧，我上有母亲卧病在床，下有弟妹要养，您大发慈悲，放了我这一回吧。到了这时候还要拖我下水，真是死不足惜的贱仆！分明是韩氏要打死他，却来求我。我若不为他求情，反而要落个刻薄寡恩的名声。你不要过来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求你放了我！还不给我把这个贱奴堵了嘴拖下去！一个奴仆也能把他吓成这样，光会给我添麻烦。西凉墨这个上不得台面的贱东西！不要，我不要死！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是他，一切都是他算计好的。这位是大小姐吧？这些日子你母亲都在为你们姐妹奔走，明日就是你们的相看小宴。大小姐有这等好颜色，你母亲定会为你寻个好人家的。谢谢夫人。原本我以为当真如马姑姑而言，此事错不在韩夫人，可这孩子竟吓成这样，可见韩夫人非但生性刻薄，还掩饰太平，实在是可恶。大姐儿向来害羞，不肯见人，今日倒是和夫人有缘。御史夫人的意思是让西凉墨出席相看宴，这贱人打发就嫁给有钱商户，或是给人做妾，都算便宜她了，有什么资格出席相看宴？这袍子，这姑娘分明是嫡女，怎么会落魄到连奴仆都不如？糟了！啊，夫人为墨姐织了好多衣服，墨姐却说在佛前修身养性，怎么都不肯要，都放在丹姐那儿了。明日可是墨姐的好日子，您可不能再推辞了。是，墨儿多谢母二夫人。这丫头实在可怜，
居然不敢称呼韩氏为母亲。演这么一出戏，这韩氏当真以为我眼瞎了？去你妹妹那里吧。是。几日不见，她可是惦念你了呢。给我添了这么大的麻烦，让丹儿好好教训她一顿吧，最好打到她明日下不了床。贱人，你竟然还敢过来！大小姐，你躲什么躲？把我的脸弄成这样，还害死了程月，看我不抽死你！四小姐，我怎么敢害程月姑娘？我在古书上刚看了一个方子，说是能莹润肌肤，让女子容貌更美艳，才想去采摘花瓣做血。哪知遇到程月姑娘上来拉我走，本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可御史夫人却说程月不守规矩。你说什么方子？可做出来了？是呢，已经做出来了一小瓶子。四小姐的脸原本就是误用了东西才会如此，我能担保用了这个，明日四小姐必然艳压群芳。我暂且信你一回，你最好说到做到，否则明天我就划烂你的脸。西凉丹，你现在尽管嚣张吧，一旦你用了我的东西，今后的日子就更精彩了。四妹今日的妆容真好看，可比那玲珑郡主还美呢。就是，京城第一美人该是四姐姐才是。不过莫姐这手如此巧，往后还得好好伺候四小姐才是。能伺候我是福分，今日就暂且饶了你，去把进室内的公桶倒了吧。四小姐，我还差最后一道茉莉口脂未做好，就等着现磨好再为您涂上呢。这口脂可是要涂您唇上的，若是摸了马桶，伺候洗公桶，这几个人还真把我当下人了啊！不知双姐儿可能帮帮姐姐，能为四小姐做事，都是我们姐妹的福分，不是吗？你这小蹄子，居然敢指示我堂堂靖国宫的三小姐去倒马桶！怎么，替我做事辱没了你吗？对了，西凉墨可是还要替我补妆的，手怎么能碰尿斗？倒是西凉霜这个小小的庶人，竟也敢反抗我！当然不是，这是我的荣幸。要不是今天是想看小燕，不能得罪西凉丹，我哪里用得着受这种屈辱？天啊！双姐儿，你怎么能这样？就算你再不满，也不能拿尿桶去泼四小姐啊！你这贱人，居然敢拿尿来淋我！我抽死你这活得不耐烦的贱人！不是我，是西凉墨绊倒我。你饶了我吧！四小姐，快别打了！今日是先看小燕，你还要重新装扮的，时间不够了。该死的西凉霜，若不是他，我怎么会弄得这么匆忙狼狈，还差点迟到了。好了，别气冲冲的样子坐在一边了。今日你可是主角，坐在左上手的就是德王府的小王爷，你可看清了？说是西凉家的相看小燕，但主角也不过是丹儿一人罢了。我是要入宫的，今日自然不能太出风头。这就是皇上曾夸赞过的清华耀耀京城第一家公子，德小王爷司留风吗？哎，府中及笄之年的不是有5位小姐吗？
怎么今日只见4位？莫尔他，韩二夫人不会准备说那小姐病了，不方便出来吧？御史夫人，您这御史夫人为什么老跟我过不去？去让莫丫头也出来吧。这种时候也是该让她出来见见人了，而不是因为这种小事落人口舌。好久不见，是吗？你这料子可不寻常啊！听说国公府上的大小姐自幼不得宠，无人教导，行止粗鲁，又相貌平平，韩二夫人才不让她出来。他人府邸之事，本王并不知晓，只是听闻晋国公府规甚严，应当不至于。宁侯世子还是勿要以己之心，妄以他人之事。女儿见过父亲、母亲。哎，这位是大小姐吧？怎么这么瘦小？看起来才和5小姐差不多大呢。宁侯夫人向来是个喜欢挑事的，这是在讽刺我苛待嫡女了。莫姐儿素来就是个挑嘴的，谁都拿这丫头没办法。莫儿也累了，快坐下吧。索性刚刚让西凉莫来前，马姑姑早给她准备好了新衣服，不至于像上次一样被御史夫人抓住漏洞。不知莫小姐平日都读些什么书，玩些什么呀？莫儿平日读书不多，跟着姐妹读些女则、女诫、女训，针线闲暇时也看些四书、女史，以识礼之事。好，好，好，女子无才便是德，果然是个知书达理、温柔贤德的，不愧是兰大夫人的亲女儿。不像某些人，自诩才女，却丝毫没有女子的半点规矩。哼，西凉莫这贱蹄子，竟敢信口开河，累得我和仙儿被嘲笑。什么兰大夫人，我才是西凉家的大夫人。莫姐当然是有贤德。对了，你可将四妹的房间打扫好了，别让夜壶的尿味熏着四妹啊！怎么会这样？真是没脸没皮！夜壶怎么会如此啊？这家人都没听说吧？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啊？真是丢人！刚刚分明是西凉墨绊倒我，害我被西凉丹打了一顿，他还敢在这里出风头！双儿，我原本以为西凉丹够蠢了，没想到物以类聚，竟然还有更蠢的。西凉商想把我踩成下人，也不想想家丑不外扬，韩夫人和建国公怎么会愿意被人指指点点？始终有皇香温习，孔融让梨。四妹妹这些日子身子不适，我身为长女，自当以身作则，疼惜幼妹，事急而已，又哪里担当得起贤德二字？如今四妹妹身子大好，能让父亲母亲宽心，也是我身为长姐的本分。早闻西凉墨是最不受宠的女儿，没想到这李叔气度如此有大家闺秀的风范啊！长女能贤孝若此，晋国公家好家风啊！也不知哪户好人家有福气，能娶得这样的贤女回家。啊，各位谬赞了。墨姐儿，墨姐儿原来这样机灵，真让本县主惊讶。哪里，不过是前几日去采花，在府廊私塾外面听见教书先生说故事，白嬷嬷说我要是能讲2个故事，人家就会觉得我很聪明，才能讨个好人家。想嫁个好人家，便老实的在四妹身边伺候。待四妹定了亲，我自会向母亲讨个恩典，让你做个富户奶奶。原来是有人教导，哼，果然还是我高看了这蠢丫头。她要是太过机敏，就真的留不得了。小姐，县主怎么能让您嫁个富户？您才是真正的嫡长女。不说皇家，总得配个侯家世子啊！想什么呢？我没上族谱，算什么嫡长女？至于什么王爷世子，
家中妻妾成群，嫁过去也不见得多好。我倒宁愿嫁去那小康之家，平淡度日，夫妻长久。啊，那德王府的小王爷是京城第一家公子，小姐也不喜欢吗？那种空有皮囊的货，说不定败絮其内呢。而且要是好看能当饭吃，你看了王爷这么久，我这里的桂花丸子也不用留给你喽。哎呀，小姐，我错了，你还藏了什么好吃的？我也要嘛。没想到小小一个不得宠的庶女，能把以才智闻名京城的端阳县主骗过，还把本王贬得不如一切平民。有趣。若是德小王爷看上了别的女子，不知道西凉丹会不会气得疯掉呢？夫人且留心看着，墨儿也到了该许人家的时候啊。我看宁侯世子也算不错。老爷怎么突然关心起西凉墨了？爵爷有所不知，墨姐儿腿上有疾，行走不便，即便给宁侯世子做个侧妻，也恐怕不得宠。倒不如做个寻常富户人家的奶奶。以往墨儿在家中如何，我并不过问，但她到底是府中长女，我亏欠兰儿不少。就算墨儿的婚事不能太过低微，必须要门当户对的。还有，给墨儿多做几身衣服，别让人笑话我国公府养不起一个女儿。是，我一定会给那个丫头找个好人家的。见过母亲，不知母亲唤墨儿前来有何事？啊，哟，这就是最近众家夫人们都在打听的大小姐吗？果然生得花容月貌，看着就是性子极好的。这是第一官梅敏夫人，今日是为了你的亲事来的。亲事？啊，大小姐可是害羞了，别担心，你虽然年轻，于侯爷也不过是正当48的壮年。家中原配去了，那8房妾室都比大小姐年长，大小姐年轻貌美，又是正妻，必定会得侯爷专宠。聘礼呀，有100台呢。母亲，女儿的婚事是否已经定下？爵爷可知道？这什么狗屁于侯，年龄比晋国公都要大，还有8房妾室，这姓韩的居然想把我嫁他做田房的，简直是欺人太甚。事已经定下，庚帖也已经换好了，难不成你还对这门亲事不满？女儿不敢，原本我还未完全摸清司流风的品行，还在考虑接下来的计划，如今看来势在必行了。这不是今天早上才递上去给皇上的折子吗？这么快就有批复了？是9000岁退回来的，说是兵部最近太费银两，如今淮河临近汛期，正是工部户部赈灾时，不准。9000岁？就是说皇上又没有看到折子了。皇上到底要迷恋黄老之术到何时？朝政大权如今都落在9000岁手上，连所有奏折都要经过9000岁审核。不过就是一个太监，结党营私就算了，竟还敢代行天子之权。谁？墨儿，你这些是什么？爵爷，墨儿知错了。你偷点心吃？府邸上什么时候穷到连小姐都吃不饱了？我前些天才叮嘱过，韩氏简直是把我的话当耳边风。爵爷看，这些日白嬷嬷病了，墨儿的月例银子只能让她喝几副药，所以这才……墨儿再也不敢了。
起来吧，我会吩咐夫人把你的月例银子上调的。就要嫁人了，你身子看着也不好，该养养了。是，谢谢爵爷的记挂。爵爷与于侯爷为同袍，既然爵爷都觉得是好的，那自然没错。只是女儿不曾学过当家，嫁过去也不知能否与家中八房妾室相处得好。于侯，夫人竟然给墨儿选了于侯。于侯以好色闻名，我却把嫡长女嫁过去，那在朝中众人眼中我都成什么了？罢了，夫人说嫁过去做正妻，你便也跟着学些当家理事的吧。是，果然，这个便宜爹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既然如此，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。墨姐儿，这些是针线坊新制的4套衣裳，并1套首饰和几样钗环。夫人说了，这个月起，你的月例就从1两银子提到5两银子，以后你就不用再到爵爷面前偷吃东西了。有劳马姑姑了。哼！马姑姑要气死了，活该！谁让他欺负我们？听说今日侯爷到夫人院子里用膳，却和夫人吵了起来，还砸了几个碗。侯爷转身便去了柳姨娘的院子，夫人都气哭了，连午膳都没吃。现在就哭了？哼，往后要哭的日子还多的是呢。可是侯爷并没有意思要插手小姐的婚事，夫人终究是夫人，自然是不能指望靖国公的。哼，西凉霜身边的黄玉听说要被打发出去配人了，这些时日你过去好好安慰他，顺便透露点消息给丫鬟们吧。你说韩表哥他心仪了西凉墨？不可能，夫人答应过把我许给表哥，他是不可能让西凉墨嫁到他娘家去的。哼，这个蠢货！韩表哥是吏部韩尚书之嫡次子，也是夫人的亲侄子，今年的新举人。亲姑姑又是皇帝最宠爱、位同父后的韩贵妃，前途无量，夫人怎么可能会让她嫁给表哥？姐姐瞪我做什么？又不是我抢了表哥，是白蕊私下里四处炫耀的，丫鬟们都传遍这消息了。你问问黄玉，她肯定也听见了。是有这么件事儿，但我以为是谣言，怕小姐听了心烦，就没有说了。没有用的东西！那个小骚蹄子，议了虞侯的亲事，还敢勾引我的表哥，难怪他在相看小宴里装模作样的，原来就是为了引起表哥的注意。姐姐若不想墨儿姐得逞，也不是没有办法。明晚虞侯和韩表哥不是都要到家里参加宴席吗？这可是个好机会。你是说？对了，聘则为妻，奔则妾。若西凉墨明日便在婚前就与虞侯私会失贞，便只能被从偏门抬进去当个妾了。至于韩表哥，黄玉，你去帮我给韩表哥送封信，明夜我要约韩表哥见一面。莫小姐，请留步。韩二公子请你到后院竹林一叙，说是有话要对您说。这宴席也快开始了，韩公子有什么事不能等会儿说，非要私下见。公子只说非常重要，关乎到他与莫小姐的终身，希望莫小姐能赴约。好吧，那我去一趟就是了。这个贱人，还真以为韩表哥会约他，做梦！等西凉墨到了竹林，自然有虞侯等着和他共度良宵。
姐姐莫要担心，韩儿表哥应该也到碧波亭等着你了，你快去吧。那拜托妹妹，等会儿带夫人和姐妹们一起过去了，只要让夫人看到我和表哥情投意合，这婚事也就差不多定了。虽然未婚男女私下见面不合礼数，但只说是表兄妹一同去放荷花灯，也不算什么私会。姐姐尽管放心吧。二表哥，哎呦，表妹啊，可想死我了！二表哥，礼不可废，我们不是说好放荷花灯的吗？什么人在里面？你们这是做什么？怎么是你？我的二表哥呢？还愣着做什么？快把这不知廉耻的死丫头带回去！母亲，不是这样的，于后在这里等的人应该是西凉墨呀，我明明只是约翰表哥放荷灯而已。三妹妹，你是在找我吗？你们两个怎么会在一起？是你，西凉墨，是你设计我！明明我和二表哥才是约好了的。双小姐，你虽是我表妹，但也不能这么污蔑我。我是在竹林偶然遇见了大表妹，见她扭伤了脚才去扶她，这事爵爷也是知道的。没错，是我让侄儿陪同莫姐儿过来的。莫姐儿派人来通知，说在竹林里扭着了脚，但不知为何林子里看守的人全都不在，只能让魏哥儿帮忙乘船便行，却不想在这里看了一场丢人之戏。还不请于侯到前厅去坐着。还有，把三小姐带走，暂时禁足备亲。这场婚事，我看是要换人了。今夜之事，谁敢嚼半句舌根，通通打死，发卖。是。表妹，你的脚还好吗？多谢表哥没有告诉夫人，是墨儿请你到竹林去的。墨儿原是想拜托表哥向夫人说情，不要将墨儿许配给于侯，没想到会生出这些事端。大表妹，你知道的，我一向不喜他人恃强凌弱。你的事我会对姑母说的，若姑母非要你嫁，我会帮你的，你等我。看来韩卫是要找韩夫人闹一番了。怎么样？我说过我这桩婚事不会成了。虽说法子有点损，不过也是三小姐咎由自取。若非她想害人，我们也不会将计就计呢。也多亏黄鱼如此配合，为我们暗中通报消息，又替我们偷换了三小姐的信。西凉霜自是才女，黄玉也跟着学了不少诗书。上次韩卫不过随口称赞了黄玉几句，就让心胸狭窄的西凉霜记恨上了。西凉霜不顾主仆之情，非要将黄玉打发了，嫁给二管家的瘸儿子。黄玉怎么可能不心生恨意？原来真的是你们做的好事啊！多亏县主谨慎，有先见之明，让我稍稍跟着你，否则大家都要被你们蒙在鼓里了。大意了，没想到西凉县的疑心这么重。红姐，你放过我们好不好？要多少钱，我都可以给你。当真？那你打算给我多少钱？我考虑一下。哼，蠢货！等我拿到这些钱，再去向县主揭发的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？想知道吗？那就自己去拿吧。
小姐，怎么办啊？快走！哼，有意思。想不到这西凉老头还养了个那么有趣的闺女。杜公若是喜欢，小的便让人去弄。上次那个已经埋了有些日子了。不急，来日方长呢。休想！姑母，我为什么不能娶墨儿？您说过，为了巩固韩氏与西凉族的关系，我只能娶西凉家女子。您曾想让我娶双表妹为贵妾，可是今晚的情形你也看到了，便是父亲也不会允许薇儿娶那样一个失德女子的。你，如果不是姐姐在宫中以礼支撑，我在这晋国公府中步步筹谋，你以为韩氏能有今日之风光？如今你竟用你父亲来压我！姑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生母去得早，早就视您为母亲，只是我实在不明白。薇儿，以后不要再提此事了。谁都可以娶西凉墨，唯独我韩家不能与他相容。你的婚事，姑母和你父亲自有安排，明白了吗？是。薇儿明白了，难道我与墨儿表妹是真的没有缘分了？原来你是他的女儿。是谁？我的身体动不了了。真是警惕呀！不错，比本座想的更有趣一点。小丫头，接下来的日子还长得很呢，你可不要让本座无聊了。不要碰我！小姐，怎么了？你做噩梦了吗？梦？难道真的是梦？可为什么我的感觉这么真实？小姐，没事，伺候我起来吧。今日我们还得给爵爷请安，可不能迟了。也许真的只是梦而已吧。表少爷向二夫人提了小姐的亲事，却被二夫人狠狠地骂了回去。不过是意料之中的事。韩魏生性善良，但毫无主见。我即使嫁过去，也不过是做妾。有韩夫人在，她只会被挑唆着，不敢对我好。一开始就不是良配。小姐，为什么您最近都要过去给爵爷请安啊？虽然爵爷取消了您与虞侯的婚事，但又不是为了帮您，是因为三小姐自己罢了人而已。往后不要再说这种话，我们只要在爵爷面前感恩戴德就足够了。是。墨儿姐又来给爵爷请安的。是，墨儿见天热，便亲自做了冰镇茉莉薄荷露给爵爷下火。爵爷可是在忙要事，不方便。哦，也不是什么要事，就是德小王爷派来的人正在和爵爷商量事情。
什么？亲王妃让你来拿墨姐儿的庚帖？小王爷那日在宴席上见过大小姐，便赞小姐性子娴雅，可当个侧妃。亲王妃希望能拿小姐庚帖去合一合，说不定国公府要双喜临门呐。这是皇后娘娘赏荷宴的帖子，德小王爷特别吩咐送来给大小姐的。赏荷宴的事我知道了，我会转交给墨儿的。至于婚事，你去回复小王爷，此事我还要再考虑一下。荒谬，四流风竟然想同居我和西凉丹。没错，我当时确实是有意勾引四流风，但他竟然如此直接。难道他是故意这么做来教训我看不起他？如今我的处境这么难，这种所谓的好消息只会让我死得更快而已，必须阻止此事。给爵爷和祖母请安，请恕木儿无礼。木儿方才在门外无意听到了德王府长随的请求，但木儿想请爵爷和老太太做主，木儿不想也不能嫁德王府。哦，自古以来，儿女婚事都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爵爷说的是，女儿家本不应该说这些事，但是其一，女儿知道四妹妹已与德小王爷议亲，身为长姐，我不能与妹妹争宠。其二，我们姐妹如果占了王府正妃与侧妃之位，恐怕会让人非议我们靖国公府攀爬德王府，于父亲而言大不妥。难为你在闺阁里还能想得这么长远细致。此事交给父亲吧，父亲自有分寸，不会让你受委屈的。我身子不好，只在房里念经养病，几年不出来，没想到墨姐儿长这么大，出落得如此懂事了。别的尚且不提，老婆子只问你，德王府可比你在府邸要好得多，真去了那里，丹儿也得让你几分，你当真不愿去？这老太太也是听了二夫人的挑拨，认定我是个心机深沉、勾三搭四的。我在靖国公面前说那些为国公府着想的理由，她恐怕一个字也不信。这些年原主日子艰难，她却只牵挂西凉丹，这心都不知道偏哪去了。我就是勾引四流风又怎样？即便是只为了自己，木儿也不愿意。老娘可不是你们认识的那个软柿子，捏老娘，你们也配？若让木儿嫁给小王爷，木儿宁可一死以明志。木儿知道自己在府里是什么地位，也受够被践踏的日子了，明知强嫁过去也是争斗不休，又何苦作践自己，将自己下半生都置身于那样的泥沼？木儿只求父亲和老太太看在木儿也嫌西凉的份上，为我议一门平常的婚事，不求飞黄腾达，但求夫妻一心，平安顺遂。果真是个灵慧诚实的孩子，这些年为难你了，你放心，祖母会为你择一门好亲事。滚开，让我进去！西凉墨，你这个骚狐狸，勾引了表哥不够，还敢勾引小王爷，姑奶奶我非撕烂你的脸不可！丹儿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还有没有大家闺秀的仪态了？就你这泼妇模样，如何能嫁到王府去？父亲，你竟为了这个贱人骂我！我不能嫁王府，难道这个贱人就配吗？他连给我提鞋都不配！你，老太太，小心！墨儿，孙女没事，没被老太太受惊了。是孙女无定不小，引来妹妹误会，请老太太责罚。哎呦，这可怎么办呀？你这傻孩子，这边抽得好，怎么就扑过来了？原本还以为要花些时日才能入老太太的眼，西凉丹这蠢物简直是自己送上门来给我当梯子。反了，简直目无尊长！
给我把四小姐押到祠堂里去跪着！这丫头竟然不顾祖母的安危，这样放肆撒泼！父亲，祖母不是这样的，我不是故意想伤老太太，都是那个贱人。够了！传我的话，墨姐孝顺恭敬，从今天起，她的阅历提质与四小姐一样，一并待遇都要和四小姐相同。派金玉几个大丫头前去伺候她，断不能再让她被人随意欺辱。四小姐忤逆不孝，今日起留在房中抄书自省，以修身养性。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许她踏出房间一步。凭什么？那个贱人凭什么和我平起平坐？父亲和祖母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竟生生要我跪了一晚！是母亲当初答应了，早知道那是个祸害，就该远远的打发出去才是。是啊，也不知道这丫头是什么时候开始变的。如今她可是父亲和老太太眼中的红人，不像之前那么容易对付了。双妹被陷害那一晚，我还派了红锦去跟踪她，但红锦却没回来。今日竟被发现了尸体，可惜没有半分证据能证明这事与她有关。父亲也不喜欢为一个丫鬟的事大张旗鼓，只能不了了之。那个贱人就和他那个贱娘一样下贱，勾三搭四，饶他一条狗命活着，就是为了替他那贱人娘受苦。他竟然敢勾引丹儿的未婚夫！母亲，丹儿，你放心，本夫人能让他那贱人娘苟延残喘不得见人，就一样能让他下地狱。大小姐，今天二夫人他们似乎也太平静了些，我还以为她会设法阻挠您进宫参加赏荷宴，没想到她什么也没做。难道是因为最近老太太对您好了，他们就不敢给您下绊子了？对我好？老太太10几年前可不记得对我好，如今为什么对我好，你不知道吗？她是借着抬举我磨西凉丹的性子，她会怜惜我，也并不因为我救她，而是我的请罪提醒了她，她一生荣宠，老了还差点被晚辈打。派金玉那几个丫鬟过来，也不过是借着伺候我的名义监视我罢了。小姐，小姐，什么情况？这个人是好冰冷的双眼，简直像是地狱。多谢，此恩必报。莫小姐，多谢王爷相救，我儿很好。没事了，我这就带你去治伤。这变脸的速度当真有趣。您是何人？光天化日却蒙面而行。如此见不得人，果然是司礼监的阉人奏告。这就是名动天下的司礼监大宦官9000岁的人马，果然要挟肆意。但是那又如何？不管他们是不是血腥残酷，救了我的就是这些人。这个恩情我记下了，当然仇我也一定记得清清楚楚。墨儿，你没事吧？你呀，就是贪新鲜，看上了哪家贵公子和母亲说便是了。
这好端端的，怎么就从车子里滚出来了？大庭广众之下如此失态，这是你家的小姐啊？这是？哎呦，你瞧瞧，这人怎么从车上掉下来？什么情况呀？是墨儿知错，墨儿再也不敢了。墨儿不该执意跟着进宫的。求母亲饶了墨儿一命，我这就回去。哎呀，我说啊，这姑娘什么来着？这种人你是不知道这西凉家的事。是明摆着不是亲，一看就不是亲生。什么意外？韩夫人竟敢当着我的面取西凉墨的性命，分明是这贱奴受了指使，在车上做手脚，想害主子的性命。无论多不受宠，西凉墨也是我有意迎娶的侧妃。进宫的帖子还是我送给她的，韩夫人这是当众打我的脸吗？有人指使，我也饶命啊！干这种事啊！没看西凉家那小姐都怕成那样了吗？除了韩夫人还有谁呀？哎呀，说到底是后娘啊！王爷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不过是个贱丫头。多谢王爷费心，这是我们的家事，恶仆行凶，本夫人一定会查清楚背后指使之人，不让墨儿受委屈。四小姐看来并不赞同本王，难为夫人能明白事理了。王爷这是在指责我？这是您家恶仆，就交给您处理了。现在没必要因为此事彻底得罪韩二夫人，只是让他们弄清楚，本王绝不是可随意糊弄之人。莫小姐看起来没有受伤，韩二夫人的车上怕是太过拥挤，容不下莫小姐了。请莫小姐到本王的车上整装吧，本王会好好的将你送进宫里。是，谢过小王爷。为什么？明明我才是王爷的未婚妻呀，为什么？今日真是多谢小王爷。莫小姐，小王听说你曾于国公面前拒婚，说若要你嫁给小王，便宁愿一死了之。小王爷，您很好，只是墨儿并不想为了所谓的缥缈前程，无端葬送了性命。若西凉墨说无心富贵荣华这些虚词，本王绝不会相信。但他却直言自己的性命才是最重要的。也是，若不是因为我的一时兴起，今日韩夫人又怎会对他下杀手？小王爷不必往心里去，西凉墨很好。是，西凉墨，你很好。小姐到了，我们来的有些迟了。听说最后一班开往御花园浣碧湖的船已经快要开了。啊，王爷和小姐，你们怎么都挤在角落里啊？白瑞这个笨蛋！不好意思啊，莫小姐。账船太监说了，这船已经满了，再上不得人。麻烦你等一班吧。这是最后一班船，入宫时宫里的领事姑姑可是说了，若是误了时辰，会被贵人们问罪的。那我们可就管不着了。若是影响到一船人的安危，你担待得起吗？怎么，丹姐儿是怕小王爷被我勾走吗？你这般刁蛮愚蠢，迟早输在我手里。贱人，你胡说什么？大小姐，救命啊！大小姐，谢小王爷。西凉墨，你这个贱婢！
屁！明明落进水里的是我，小王爷居然先救了西凉墨，而我呢，只能被几个太监捞上来。刚刚发生什么事情，所有人都看得很清楚，不是吗？西凉丹简直是蠢货，纵使再不喜欢墨儿，也不应当这样当众行凶。分明是西凉丹想推莫小姐下水，却用力过猛，自己摔下去了吧？最毒妇人心呐！你们都被骗了，分明是那贱人故意挑衅我，算计着把我推下水里。我撕烂你这个贱人虚伪的假脸！大胆！什么人敢在9000岁面前喧哗？尔等还不速速跪下！千岁，9000岁，9000岁，9000加1000，可就是万岁了。只听闻9000岁仗着皇上宠信，把持朝政，成了异姓王。低他一辈的王爷们都要忍受着奇耻大辱，称他一声叔叔。只可惜，一个宦官，就算得了万里江山，也后继无人。原来侄儿也在这里。多日不见，听说你已定了亲事，求娶了晋国公家的2位小姐，且抬头让本座瞧瞧吧，可别是献丑呢。晋国公府邸4女西凉，西凉。晋国公府邸长女西凉墨见过，9000岁，千岁万福。是那双眼睛的主人，名动天下的9000岁，竟有着如此倾城美貌，难怪西凉丹会失了方寸。侄儿眼光确实特殊，这位4小姐果真献丑啊！是侄儿失礼了。西凉丹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女人，竟害得我在百里卿面前几乎颜面无存。本座正好有兴致，赐晋国公长女西凉墨小姐同游浣碧湖吧。 9000岁，这是对西凉墨感兴趣了？但凡他感兴趣之人，没几个能活下来吧？谢千岁爷，只是我担心四妹妹着凉，她需要梳洗一番，能否也借您贵宝船稍用？小莲子，4小姐需要梳洗是吗？是我。瞧，这梳洗得多干净！ 救命！莫小姐可要试试？墨儿不敢，墨儿只想谢过今日长街之上千岁爷出手相助。莫小姐倒是个聪明人，但你可知，晋国公与本座可为政敌。至于说恩，莫小姐方才又借本座的手教训了你那4妹妹，你就不怕我剥了你的皮？墨儿当然怕，但还是要这么做，因为墨儿有所求。 有所愿。那司流风呢？你不是正设计着嫁入司流家吗？若他知道你对本座投诚，岂非容不下你？为什么这双手的感觉这么熟悉？这个咬痕，不可能，那不是梦吗？可是，莫小姐是想起什么了吗？比如某些不为人知的梦。 是你，好孩子。虽然本座喜欢你这般桀骜不驯的有趣模样，但却不喜欢你太任性。你要记住了，想讨本座欢心，你的路还长得很呢。本座的耐心可是有限的。是，墨儿谢千岁爷教导。
小莲子，你怎么看？此女竟然敢利用千岁爷，还胆大妄为，对您不敬，其罪当剥皮削骨。更何况她是靖国公家的人，不得不防。是啊，她表面看起来温顺恭敬，眼里的杀意可半分都没有隐藏。兰陵的女儿，却半分都不像她那自私又懦弱无能的母亲呢。不过也正是这样，事情才有趣呀。兰陵欠本座的债，也该是时候偿还了。小丫头，想要本座的命，就让本座看看你的本事吧。不，比起让您9000岁大人感兴趣，还是去死比较痛快呀。墨儿，你怎么样？9000岁没对你做什么吧？没事，千岁也只是和我多聊了几句而已，男女有别，小王也不必担忧。既如此，你便先去歇息一下吧。皇上与皇后娘娘还未到，赏荷宴开始前，我让人给你送些定情茶来。墨儿这是不愿与我亲近，怕再招来杀身之祸了。小姐恕罪，都是明月的错。姐姐不必紧张，我家大小姐向来心善，不会怪姐姐的。只是要麻烦姐姐给大小姐找个地方换身衣服。这是去韩氏身边伺候的紫兰，韩氏安排这么一出戏，又想做什么？好大的口气！原来紫兰可以代表我这个小姐的意思了。不如你来坐我的位子。紫兰师爷，是夫人担心小姐着凉，所以请小姐先去换衣服的。无论如何，都要把西凉魔引到那里去，否则夫人不会饶恕我的。知错就行。你是母亲面前得力的人，下次若在众人面前如此失态，我也救不了你。既然是母亲要求，你们就带路吧。大小姐，我肚子不太舒服，想去宫房。去吧。韩氏花大力气让紫兰和明月带我来这个地方，又让这两人离开，他想干什么？妹儿，你确定此处无人？当然，这里我让明月守好了，怎么会有人啊？原来韩氏想借刀杀人，设计让我撞见奸情。在这地方偷情的人，身份必定不凡，怎么会留我活口？贝儿、紫妍，这两人到底是谁？好痛！我怎么会在这里？还说什么确定无人，真是成事不足。我剩下的事你处理干净。哼，真是心狠手辣。若被发现的是我，只怕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。韩氏，既然你千方百计想取我的命，就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了。但愿这次你能承受得住。你说什么？紫兰死了？太监说，紫兰是不小心摔下了回廊，在山石上摔断了脖子，可是却没有人看到莫吉儿。母亲，您这是在找我吗？这贱人居然没死！莫吉儿没事就好，你这么久没回来，母亲还担心你是不是出事了。母亲如此惦记女儿，女儿心中十分感动，女儿一定会好好报答母亲的。韩夫人，你今日已经送我2份大礼了，接下来该是我回报你了。就让你的爱女身败名裂，永失所爱吧。
选秀在前，各家的小姐都使出了全力。西凉丹的疫情表演已是惊艳，西凉先在府中苦练多日，看来是时候上场了。晋国公府四小姐果然不错。陛下，臣女不过雕虫小技，倒是大姐姐有经验技艺，准备了许久，要献给陛下呢。这蠢丫头在做什么？想要报复西凉墨，也不该这个时候。她要是御前失仪，牵连的可是整个西凉家。哦，那朕倒要看看，哪位是晋国公的大小姐？臣女自幼愚钝，在闺中只会一些脂粉上的粗浅技艺。若圣上不嫌污了眼，臣女倒是愿意献丑，博圣上一笑。准了。白蕊，呈上画台。在皇上面前调弄脂粉，这也算技艺吗？这是想以脂粉溶于水中做胭脂画吧，也不算什么新鲜事了。这是正面背面一起画了，这大小姐连作画的基本规则都不懂吗？她画的那侍女的脸都糊得看不清了吧？她是在画妖怪吗？哎，这是在做什么？这……天哪！这是墨儿献给皇上的技艺——画皮。画皮画人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讽刺小计，以博陛下，众位娘娘一笑。臣女祝陛下永世耳聪目明，诸般恶人假面都逃不过陛下法眼。有陛下在，我朝必定四海升平，海清河晏。好一个画皮，百官日日拿奏折烦着，还比不上一个小丫头能让朕高兴。赏，重重有赏。不知陛下想赏这位小姐什么呀？依微臣之见，不如赏莫小姐一个县主之位。爱卿免礼。谢千岁厚爱，无功不受禄。墨儿不过是以雕虫小技博圣上一笑，怎么敢要封赏？西凉墨想爬到仙儿的头上，做梦！若让御史所知，还以为我们国公府以奇淫巧技媚上呢。韩世豪一张利嘴，看似大义凛然，却把我的表演贬低为奇淫巧技。比起墨儿的规格游戏，仙儿更另外为圣上准备了特别的表演，还请圣上观赏。是端阳县主。天哪！哎，他居然在马上跳舞！太美了！兰儿，是你吗？韩氏是故意的，他们竟然不惜让西凉先模仿那女人，明明知道皇上10几年来从未忘记过那人。西凉仙这一舞，果然比在府邸里练习时更完美。不过，你跳得越高，就会摔得越惨痛。小心！他怎么突然发疯了？保护皇上！陛下，您快走！来吧，只有让马踩伤，才能让皇上心惊。看来你与马很有缘分呢。天哪！那位9000岁竟然救人了，他们俩什么关系啊？谁要你多管闲事啊！哼，小狐狸，这个时候就不想感谢本座了？谢过千岁爷相救，小女感激不尽。罢了，这不情愿的道谢，本座就勉为其难收下吧。岂有此理！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陛下恕罪啊！千岁爷，这西凉墨实在是胆大包天，明明蒙您所救，却不知好歹。本座若没有救他，才是趁了他的愿。那蒙住马的桌布有安神的香料，马已经被控制住了，加上他有意回避，只会被踢点小伤。他精心安排这一出戏，
想为了护驾受伤却被本座打断，心里不知道有多记恨呢。不过，就是要故意破坏他的好事，看着他气急败坏却无可奈何，这才有趣呀。是家妹没有管束好坐骑，致使陛下受惊，求陛下饶恕她，责罚臣女吧。这姑娘明明犯错的是妹妹，不仅冒险救驾，还为她承担错误。可这犯事的是西凉家的女儿，救驾的也是西凉家的女儿，该罚还是该赏呢？陛下，该赏的赏，该罚的罚，便足矣。正是如此。晋国公长女西凉墨救驾有功，敕封1等郡主，号真敏，赏黄金1000两，珠宝10箱，良田500顷，封邑2郡，并郡主府1座。墨儿怎么敢当？至于端阳县主，行止粗陋，纵马惊驾，念其年纪尚轻，视为初犯，则30大板。陛下，不要啊！仙儿，陛下现在大怒，要是我替姐姐求情，惹怒了陛下怎么办？陛下，万万不可！小女是无心之失，臣妾愿意代小女受过。让仙儿当众被皇上罚30大板，别说她以后在京中无法做人了，这是要生生打断她的腿啊！拖下去。真敏郡主，你就忍心看着你的妹妹受罚吗？你们是姐妹，一气连枝，仙儿受辱，你又能好到哪里去？放肆！下令的是朕，你这是逼迫朕吗？陛下，臣妾只是关心则乱。好，既然你们母慈女孝，夫人和端阳县主就各自领15大板便是了。不要！陛下饶命啊！起驾！母亲可曾记得，女儿也差点被您打断一双腿，断腿之痛，墨儿再清楚不过了。妹妹这一受罚，怕是再也无法跳舞了。这只是墨儿回报给母亲的一点利息，往后女儿定会继续好好孝顺您的。西凉墨，是你设计仙儿的，对不对？你这个毒妇，夫君不会放过你的。大小姐，国公爷那边不必担心，成王败寇，老太太和国公爷都是聪明人。真敏郡主，郡主美名即将传遍京城，9000岁有意请郡主一叙，请郡主赏脸。千岁爷相请，墨儿受宠若惊，岂有推拒之理？真敏郡主果真是女中豪杰呢，初次来到这里，却半点都不受惊。千岁面前，墨儿不敢失礼。哦，去你的！小丫头，吃瓜子儿吗？千岁爷，你想要我做什么？想要斗倒嫡母嫡妹，想要荣华富贵，想要如意郎君，还想要什么，丫头？求无人再能欺我、辱我、压我，求欺我、辱我、压我之人，都屁滚尿流，生无可恋，仅此而已。好一个仅此而已，本座可以助你一臂之力。千岁想要什么？等你将晋国公府掌握在手里再说吧。哼，千岁爷，手感如何？哼，还不错。丫头，你倒是雪润光滑，肤质细腻。我也觉得不错。
千岁爷的口感一定很好。这是您轻薄小女的还礼。木儿说过，求无人再能欺我辱我。既然您答应了帮助我，像您这样金口玉言的贵人，木儿自然不会让您失信。小丫头胆大包天，嘴皮子也是厉害，但没有下一次了。去吧。当然，木儿相信千岁爷也不想再有下一次。何氏在这里见过郡主。奴婢在宫中是二品私膳，入了内务府的名册，是宫里赐给郡主的人。千岁爷吩咐了，今日若郡主能平安出了这个门，奴婢便是郡主的人。百里清这是坦坦荡荡的在我身边放眼线吗？那以后木儿的事就要多劳烦嬷嬷上心了。哼，也罢，就让我看看百里清送来的到底是何等妙人。你还敢回来？给我拿下这个逆女！是。母亲这是做什么？看来府里的人还没收到我册封的消息。哼，想必是韩氏压下了圣旨，想趁圣旨公布前教训我一顿。即使过后圣旨公布，只要他一个忤逆嫡母之罪扣下来，我的郡主身份也毫无意义。你还敢问？今日你不知廉耻，大庭广众下勾引德夏王爷，败坏妇德，还连累我这嫡母受了罚。像你这般有辱门风的，我就是打断腿，剃了头，送到宗祠庙里去以振门风，别人也不能说半个不是。给我堵上这小贱人的嘴，打！母亲，你为何要冤枉女儿？明知道事情不是这样的，若是怪女儿没有在皇上面前保下二妹妹，女儿自废双腿陪二妹妹就是了。住手！成何体统？哎呦，真敏郡主这是怎么啦？咱家宣旨这么多次，还是头一次看到这新奇事儿，竟有人这么大胆对陛下亲封的郡主无礼，不要命了吗？什么郡主？墨姐怎么可能是郡主？夫人什么都没说。韩夫人自然是不想说，因为若不是郡主救驾，今日靖国公府满门便要因为端阳县主误伤圣上而送命了。分明是我们大小姐拼了命去救皇上，皇上才没有怪罪国公府。大小姐今日被府里的马夫害得摔下马车，又被四小姐推进河里，遇到这么多事还护着家里。可夫人，你还污蔑大小姐。白蕊，别说了。韩二夫人，你疯了吗？自己女儿差点害死人，还敢骗我们过来整治郡主？你是不是想把整个国公府都拖下水陪葬才高兴？想不到靖国公府毫无规矩，堂堂一品皇家封告郡主，也要被下人打杀，这是以下犯上，大逆不道。接到墨儿被册封的消息，我便第一时间赶了回来，没想到一回来便撞成这场面。今日若不处理妥当此事，只怕这嬷嬷和太监向宫中一告状，麻烦就多了。啊，这位便是宫里赐予郡主的上宫局二品何思善吧？那依您所见，郡主乃陛下亲封，这些奴才折辱郡主，便是践踏皇家颜面，如此大不敬之罪，韩夫人房中所有参与此事之人，当按犯上之官吏处死。夫人救命啊！夫人，我不想死啊！谁敢动我的人？国公爷，你们都被西凉墨那贱蹄子骗了！什么救驾，分明是他在希儿的马上动了手脚！住口！你是病糊涂了吗？老爷，为什么会对我这么狠心？墨儿，你母亲还重伤着，想必也是今日被吓坏了，
才做出这糊涂事。你向来人善，不要与他计较啊！不与他计较。晋国公还真是偏爱韩氏一家呀，到了这个时候，还是要护着这个女人。父亲说的是，母亲受伤又受了大惊吓，还要照顾二妹妹，这家中琐事不如交给三婶娘来打理，如何？贱人，你想夺了我的掌家权吗？我才是当家主母。够了，一切就按默儿的意思办吧。如今默儿已经是郡主之尊，夫人怎么就看不懂局势？府中之事就暂且交给三房的黎三太太，那些胆敢冒犯郡主的贱婢们都拉下去处置了。西凉墨，你好毒的心思！今日要把母亲房里所有人都处置了，看来还要好长一段时间呢。放过我们吧！除却伺候老太太的人，所有人需轮流前往关行1个时辰，以儆效尤。从今日起，府里的诸位也该学学新的规矩了。督公为何选上西凉墨这胆大妄为的丫头？奴才看她似乎对当年之事和督公所寻之物一无所知。现在不知，以后未必不知。她那张脸可有用得很，更何况她还有点小聪明，拿来玩玩也有意思。这孽畜！这小东西倒是挺像他的，你把这小东西送到他那里去吧。是。还有，把贵妃娘娘常用的那款滋补汤去了附子那味，给那丫头送去，得好好补补身子才行。大小姐，今日是您的郡主册封贺宴，听说连本家的人都来了呢。是啊，这么些年，我这个不得宠的女儿可是从来没有机会见本家的人。晋国公是西凉世家的二房，没有家主继承权，虽凭借一身本领闯出一片天地，但本家的人因他非嫡出的身份，始终轻视着他。对了，今日让何嬷嬷留在院子里吧。平静了这么长时间，今天最适合不过了。大小姐，就让奴婢为您守住院子吧。大小姐前面的事更多，何嬷嬷见多识广，必定有助于大小姐。这院子有奴婢在，不会有事的。哼，白嬷嬷伺候原主多年，往日只管着院子里的粗扫活儿，从来不多事。今日倒是少见的积极。既然嬷嬷愿意帮着嬷儿守院子，就仔细这些吧。这位郡主真是好大的排场，不过是一个无人教养的野丫头，也不知道陛下在想什么，竟然赐了她郡主之位。不是正好吗？咱们家又到了要选人纳贡给赫赫人的时候了。郡主身份高贵，当赫赫王妃再合适不过。奶奶已经下令，让叔叔找时间带她回本家一趟。只要她当了赫赫王妃，哼，也是。那我们就等着看她如何坐稳那龌龊肮脏的赫赫王妃之位吧。
是吗？他们竟想让我当赫赫王妃。赫赫原本就是邻国最荒蛮苦寒的一地，这和亲说的好听，送过去就是死路一条。小姐，我们还是早做打算应付此事。此事我自有分寸，你做得很好。何嬷嬷不愧是个妙人，眼光独到。自处置了府里的人后，她便提拔了几个新丫鬟进院子。这几个丫鬟处事各有千秋，假以时日，必能成大器。屋里正在举行郡主的册封喜宴，郡主这主角倒好，躲到这里来偷懒了。默儿喝了些酒，不过是在这里散散酒气罢了。郡主刚刚是在笑什么趣事呢？不知可愿与小王分享？笑一些人不自量力，一些人庸人自扰。十丈红尘，人人看不破痴心妄想。想不到郡主对佛理也有参悟，小王可有这荣幸与郡主姑妄言之？小王爷说笑了。不好啦！嫣儿小姐死在郡主的院子里了。什么？默儿，事关重大，我陪你过去。不必。小王爷，此乃西凉家内事，又是冲着默儿来的。小王爷与四妹妹有婚约，不宜插手。默儿，为何你明明对我有意，却还要这般拒绝我？我的女儿啊，你怎么死得这么惨？小姐吃酒到一半，觉得身上有些热，便出去走走了。我们刚走到郡主院子附近，就被打晕了。再醒来，小姐已经……仵作已验过伤，确定燕小姐是被侮辱后生生掐死的。她死前必定挣扎过，指甲里还有那人的血沫。还有，这是仵作在嫣儿小姐身上发现的东西。这不是郡主的东西吗？府里有着焦朱砂的，只有刚得到御赐之物的郡主啊。这是我的东西，可这又能说明什么？总不是我将妍姐儿侮辱了吧？少给我装傻！嫣儿的死与你分明有关。那个侮辱了嫣儿的男子与你是何等关系？竟然有你私密的物件！我们国公府向来守卫森严，能进来的必然是今日的宾客，说不定是哪家公子拿了郡主的衣物，被嫣儿小姐看到，才杀人灭口吧？啊！双妹这意思是说本郡主与他人有染，在私会时将私物送与了那男子，却被嫣姐儿撞着了，因而对嫣姐儿下手。西凉霜这段时间看似安分守己的，原来是在策划这事儿呢。再过几日，便是他和虞侯的大喜之日了。他这是想在出嫁前报复。我可没这么说，郡主自己心里有鬼认下的，这反倒怪起我了。既然你们怀疑本郡主，那本郡主倒是不得不问清楚了。余娘，你说嫣儿小姐是吃酒吃多了去散热，但我的院子在内院最偏僻之处，离宴席隔了好几条小道，你如何能与嫣儿小姐那么巧走过来？总不至于是听了我院子里有新建的睡莲池，便特意绕远路过来观赏吧？对，嫣儿小姐说想去看看那水莲，我们便特意过来了。这个蠢货，是吗？可惜呢，本郡主的院子里从来就没有种过什么睡莲。贱丫头，你居然敢说谎，还不从实招来！禀报郡主，涉嫌杀害西凉嫣小姐的男子已经被奴婢抓住了。奴婢今日一直守着院子，意外发现这贼人鬼鬼祟祟地从院子里逃出来。奴婢早年跟着兰夫人学了些武艺，便去追赶此贼人了。你是宁侯世子陆枫，是你杀了我的女儿？是不是一查便知？让仵作给这个人验伤，将嫣儿小姐手指上的抓痕深浅与此人对比，便能真相大白了。是他又如何呢？想必这位公子就是与郡主两情相悦的人，只是何必如此残忍，
殃及无辜的嫣儿小姐。没错，我是与郡主有染，却不小心被嫣儿小姐撞见了。我只是轻薄了她，让人动手灭口的是郡主。看吧，果然如此。陆枫，既然你说与本郡主有私情，那本郡主问你，本郡主生辰八字是什么？最擅长什么？与你何年何月何时何地相识？又以何为信物？可有证人？本郡主身边的丫头叫什么？本郡主最爱的薛涛谦，你可有？我与郡主才交往，只在花前月下，所以不太记得了。郡主最擅长画皮之技，没有证人，也不认识郡主的丫头。但是我有薛涛谦的。真是可笑，郡主自幼受尽府里克扣，连温饱都成问题，更不要说习字了。你连这也不知道吗？他从不擅长写字，何况是薛涛谦？只要取来房里的书一对比就知道。什么？白嬷嬷，给我掌他的嘴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！我招就是了。我有私情的是嫣儿。你说什么？我和嫣儿来往1年多了，可是嫣儿说西凉家要送她入宫，她想与我断了联系，我一时气不过。后来姨娘说可以帮我逃跑。你这个贱婢，你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害我的女儿？他死了，服毒自杀。这可怎么办？姨娘这一死死无对证，就不知道谁要陷害郡主了。是啊，不过双妹不必担心，这污蔑郡主之罪，可是没这么轻易能逃脱的。至于陆枫，就交给赵太太自己处置了。薛小沫，你这个贱人，凭什么这么对我？双妹今日对本郡主口出污言，姐姐不过是想请你洗洗嘴巴而已。即便你去告诉父亲，想必他也是支持我教导你的。何嬷嬷，这药也太苦了。郡主，良药苦口，您早些年身子糟蹋得太厉害，得好好补补。好苦啊，完全不想喝。百里青送来的这是什么鬼药？虽然我让好几个郎中都确认过，这确实是补身子的良药，但是也太苦了吧！绝对不能让小姐知道，这是千岁爷嫌她胸部不够大准备的药。嬷嬷，嬷嬷，这到底是什么色鸟？百里青送的到底是什么鬼东西啊？这叫雪鸢，是极南之地进贡的特殊鸟儿，据说是凤凰与苍鹰所生。胡扯！这明明是只鹦鹉。大小姐，双姐儿已经去了半条命，继续下去怕是熬不住了。与其嫁给一个糟老头，还不如拖着你一起去死。妹妹放心吧，你想死，姐姐我偏不想让你死呢。以为我没有你陷害我的证据，就不能把你怎么样吗？我告诉你，不用任何证据，我要你生不如死，也是易如反掌。这几日，我一定会好好的看着你，直至你嫁给虞侯。日子还长呢，虞侯若是知道你这么厌恶他，一定会好好待你的。刚刚有劳嬷嬷了，相识这么多年，沫儿竟不晓得嬷嬷身手如此好，嬷嬷瞒得沫儿好苦。老身是缥缈真人的徒弟，
受兰夫人所托，多年来一直暗中保护大小姐，早早显示了功夫，只怕还是容不得老身，所以只能忍耐不动。是吗？我那不管事的娘倒是有心，真让我意外。缥缈真人的徒弟，白嬷嬷的功夫必然比靖国公还高了。放这么个高手在我身边，兰陵还真是大方啊。大小姐，其实夫人她也过得很苦。嬷嬷，从今日起能指点墨儿一些武艺吗？墨儿不求如嬷嬷一般高强，能保命即可。只要大小姐需要，奴婢定当尽力为小姐筹谋。还是这般警惕，下手是不能下手的了。再对这丫头动手，怕是真的会惹恼她。不过，就勉强这样吧。小丫头，你可要好好感谢本座。半个月后，薛良双被捆绑着上了花轿，因新娘子的不忿引来了虞侯的大怒。虞侯强逼着要了她，对她日日拳打脚踢，两人几乎成了怨偶。大小姐真是大有长进啊！短短10几日，你的丹田里面竟有内息开始凝聚。按理说，你的身子受损这么多年，是不可能这么轻易恢复的。我也不知为何，总觉得这些时日睡眠特别沉，但睡醒后的气息运转又特别通畅，仿佛有人为我打通了一般。大小姐，本家的于老太太过来了，听说是已经定下了去赫赫核心的人选，命您过去拜见。墨儿见过老太君。郡主好大的架子，初次拜见长辈也不用行大礼，你这随便打声招呼是糊弄谁呢？西凉墨这个贱人，分明是因为他燕儿才会死的。好，吴姐儿是觉得这长幼虽然有序，但尊卑在前的天朝规训有问题吗？不如我们到皇上那里分辨个明白，也好让吴姐儿的新规矩教化天下臣民。你胡说八道，我根本没有这个意思。吴姐儿，不是我要为难你，姐妹间的斗嘴就算了，只是姐姐身边的嬷嬷是宫中赐下来的2品女官，原是皇后娘娘身边的私善大人，姐姐就帮不得你了。奴婢任职于皇后娘娘身边，素闻西凉家最重礼仪规矩，却不想大失所望。五小姐这大不敬之行，奴婢回宫怕是只能如实回禀了。嬷嬷所言极是，是我们疏于管教了，不知嬷嬷觉得该如何教训才是？不敬之罪，赐胭脂宴10下。宫规不可犯，嬷嬷请。什么？我可是堂堂西凉本家大小姐，她西凉墨不过是分家的一个女儿，老钱婆你敢？此刑罚以6片特制竹篾所致，抽打1下，相当于一般竹片扇打10下，可让受刑者脸色宛如涂了胭脂般，故名为胭脂宴。五小姐这回可懂了。五儿是该学学尊卑，既然郡主如此明理，那也应该懂得孝道。知晓婚姻大事，都需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吧。这是自然，你懂得就好。你的婚事，我已经和你的父亲母亲商量过了。赫赫君主
每一代都会要求娶天朝贵女，而从太祖皇帝开始，一直都是西凉家里的女儿出嫁和亲。出嫁的女儿若死了，便再求娶下一位。你身份尊贵，嫁去做赫赫王妃，再合适不过。过几日，便收拾东西到本家来住一阵子，好好学学规矩，免得出嫁后丢人。怎么，你是想忤逆长辈，自作主张自己订婚事不成？墨儿不敢。既然老太君已经做了决定，墨儿自当从命。大姐姐，原来是五妹妹，这是怎么了？西凉月来找我，哼，这倒是稀奇。大姐姐，我听说本家那边要你嫁去赫赫了，你千万不能答应啊！这赫赫王妃听着好听，其实嫁给赫赫王之后，几乎都活不过20。上任王妃10岁便嫁过去了，也就活了几年。西凉本家这些畜生，原来打的是这主意。为了他们的荣华富贵，竟将无辜的女孩一个个送去那狼窝。大姐姐，多谢五妹妹提醒。只是往日五妹妹一向与双妹亲近，没想到竟如此关心我。大姐姐，其实月儿一直是想关心你的，可我不过是个庶女，韩夫人过去这般强势，我哪敢和她对着干呀？大姐姐，你不会怪我吧？大姐姐自然是不怪你的，你我姐妹，往后还要互相扶助才是。西凉月倒是个精明的，眼看着韩氏失势，西凉霜也被嫁去给虞侯了，就立刻转向我这边。不过他还算是个能用之人。至于西凉本家的那群蛀虫，哼，看来也是时候好好清理了。小丫头，你倒是够狠心的。对于无耻之徒，又何必客气？您说是吧，9000岁大人？我就说平时我明明很警觉的，这些天我怎么会睡得这么沉？果然是这个混蛋动了手脚。哼，非也。这个变态，手的骨骼关节都能任意弯曲拆卸吗？本座所为，堪称情操高尚呢。小丫头，你以为你这些时日功力精进，真的是自己勤奋练功的原因？金针渡穴，难道是千岁爷的功劳？你倒是不蠢，不必太感激本座的无私。今后自有用得着你的地方。哼，脱衣服躺下去吧，办完事儿了，本座还要回去安寝。今儿奏折太多，累死了。这金针渡穴也不需要每每都半裸吧？这个无耻老贼！当然，你都是本座的人了，本座自然要仔细些。千岁爷公务繁忙，就不必再为小女操劳费神了。小女也不求武艺速成。你这是在拒绝本座？不敢。如果千岁爷非要好心，小女也没有办法呢。丫头，到你求本座的那日，但愿你还如此有骨气。督公，事情都办妥了，126人都处理掉了，选了10块最好的面皮，送到制香坊去制扇和鼓了。还有12顶最好的莲发头皮，也送去了易容坊。左右还是那些玩意儿，没什么意思。哦，对了，小莲子他们都有干儿子了，不如本座把那丫头收了当干女儿。干女儿？
可惜年纪大了点儿，不能享受换尿布、打屁股、撒娇、咬人。咬人这个倒是有了。就这样吧，明儿去让绣娘们准备一些肚兜，给你们未来的小姐送去。还有女儿家的月事兜带，要最好的白锦缎。您这是想？不能为小丫头换尿布，换个月经带总是使得的。小姐今天睡得可真好，外面这般吵闹都没有闹醒你。唉，这几天那老妖怪都没来骚扰我了，怎么可能睡得不好？外面还真是热闹，看来四妹妹和德小王爷今日的文定仪式举行得很顺利呢。怕是等会儿就要出事了。我们的礼物早早就已经送过去了，大小姐神机妙算，这文定仪式必然是完成不了的。这几日便要去西凉本家了，还有不少东西要收拾。今日我们就不出门参那热闹了，且在院子里等着看戏吧。四小姐这些时日的皮肤越发水嫩了，得了您这样的如花美眷，小王爷怕是都看不下那些繁花俗女了。西凉墨的剑胚子虽然讨人厌，但以前做的那些膏子倒是真的不错。只是我今日皮肤怎么这般痒？可能是今日擦的粉有些重。哎呦，您别挠了，忍忍吧。大喜之日装饰要浓些。可我连身体都觉得痒，总不会是衣服的线头没藏好？您再忍一会儿，吉时到了，您该入堂了。等文定之礼结束了，我非扒了那群绣娘的皮不可，连个衣服都做不好。走吧。靖国公之女，贤良淑德，德成天瑞，嫁娶相宜人。好痒，好难受，好晕。西凉丹怎么回事？大庭广众之下，这般歪歪扭扭的成何体统？若是墨儿绝不这般失礼。请丹小姐和德小王爷交换信物吧。丹小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丹小姐这里……丹儿，你怎么了？好痒，小王爷帮我！丹儿，你快放开小王爷！凉凉的，好舒服。这女人是疯了不成？得赶紧制止她！还愣着做什么？赶紧把小姐送回房！韩夫人，您最好解释清楚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丹儿她身子这两日有些不舒服，让王妃见笑了。即使身体不适，也不至于这般失礼。我德王府怕是容不下这么不知体统的儿媳。大庭广众之下，伸手到自己胸口上去抓挠，甚至把肚兜都扯出来了大半，像什么样子？今日连我们德王府都要变成他人的笑话了。王妃，我看今日文定之礼就先取消吧，等着丹小姐身子好了，我们再做打算。怎么会这样？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是西凉墨，一定是西凉墨这个贱人！夫君，你说什么？丹儿身上的只是花粉引起的瘙痒敏感之症，不是中毒。这是太医刚刚诊断的，宫里几个太医都来过了。你养的好女儿啊，她身上根本没有什么大病，就一点过敏，就闹得连婚事都没了。不可能，分明是西凉墨做的好事，只有他有这种蛇蝎心肠。仙儿纵马惊驾，你说是墨儿害的，
这回丹儿过敏，你又说是墨儿设计的，你到底要针对墨儿到什么时候？她也是我的女儿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要好好给她相一门婚事。你倒好，先是虞后，现在是和本家的那些人合伙，想把她嫁到赫赫，你何苦这般作践她？现在是在偏袒她？她不过是兰氏和别人生的贱种，你也要捧在手里纵容她，来祸害自己的孩子吗？这绿帽你戴这么多年，还不够吗？你给我闭嘴！再胡说八道，我就废了你！国公爷，兰陵是我的正妻，以前是，现在是，以后也是。墨儿是我西凉无言的血脉，而你最好记住当初你是怎么嫁进来的。是，我怎么忘了呢？20年风雨同舟，还是抵不过一个红杏出墙的贱人所生的贱种。果真是狼心如铁。你有心思污蔑兰陵和墨儿，还不如想想你怎么照顾好你的2个女儿。心儿的腿已经瘸了，丹儿这脸，太医也说挠痕过深，无法完全恢复。什么？胎儿毁容了？上一次，我已经为了保你而和墨儿对峙，是你自己不争气。你若是再这般无用，也休怪我不念情分了。我们国公府总不能一个中用的都没有。小姐，你怎么这么厉害啊？对啊，连太医都查不出四小姐的脂粉有问题。我给西凉丹的脂粉分开都是没有问题的，问题是她喜欢合着用罢了。要怪就怪西凉丹贪图美貌，即使是现在都用着以前从我这里拿走的脂粉。长久用着50散的脂粉，只要一杯普通的香菊浓茶便可以引发问题。大小姐最厉害了，大小姐最聪明。你们2个小马屁精，再夸我，我明日也不会带你们去西凉本家。你们就留下来守着这院子，知道吗？大小姐，我们真的不可以跟着过去吗？要去住好几天呢，我想守在你身边。韩氏在府里毕竟有20多年的积位，不是朝夕可出。更何况还有个态度不明、实力不明的老太太，需要你们帮我看着院子，不能让他们抓到把柄。而且西凉本家那里恐怕更危险，白眉已经死了，如今我好不容易有了势力，才能寻回当初被撵出去的白净。这是白眉唯一的妹妹，我不能让她有任何意外。大小姐放心吧，院子里有我，我一定会守住院子，等您回来。那可就拜托你们了。丹儿，我可怜的丹儿。母亲，西凉墨走了，他这一去本家，必然是有去无回了。是啊，既然他再也回不来了，那他院子也不必留了，该是时候好好清扫一下了。小白，你是不是肥了呀？才来几天，我怎么感觉你肥了一圈呢？不要，好痒啊！给我把所有人都拿下！县主，您这是在做什么？本县主有一套陛下御赐的文房4宝，如今不见了。有证人说看到你们碎玉阁的丫头偷走了，本县主现在要搜一搜，你们若识相，就给本县主让开。什么证人？
分明是污蔑！岂有此理！这里是郡主的院子，你们都不想活了吗？给我进去搜！郡主，你家郡主很快就是个人人能睡的贱货，你以为她还能平安的回来吗？不是，你侮辱我们郡主！好一个不知死活的贱婢！本县主今日就要踩烂你的脸，撕了你的嘴，让你们也尝尝当儿被毁了容的痛。要是西凉墨知道他造的孽，报应都应在他的心腹丫鬟身上，表情一定会很精彩。这是什么鬼东西？县主，东西找到了，就在这房间里。西凉血，你这个蛇蝎心肠的坏女人，放你狗屁的御赐之物！女人都知道你是趁着郡主不在才栽赃陷害的。我杀了你，替姐姐报仇！你是那个短命鬼白眉的妹妹，长得还真相似。既然你这么忠心，那就像你的姐姐一样，好好尽忠吧。这个丫头就赏给你们了。不要！如今人赃俱在，这碎玉阁的丫鬟们敢偷御赐之物，还互相包庇，给本县主通通打死！是。西凉墨，你断我腿，血洗母亲的院子，毁了当儿的脸，如今这不过是利息，剩下的你可要好好还清了。大小姐，没事吧？不知道为什么，刚刚胸口突然有点闷，总觉得有些不好的预感，好像有什么糟糕的事情会发生。恭迎郡主。郡主要小住几日的香墨轩已经打扫干净了，还请郡主移步。一段时日不见，赵太太亲姐了，嫣姐儿已经没了，您可要节哀顺变。郡主不用试探我，我的嫣儿死了，五儿也毁了，但说到底都是他们咎由自取，我不敢怨恨郡主，只求郡主看在我算识相的份上，放过我和唯一剩下的小儿子吧。太太多虑了，无论如何，我们总归是一家人，墨儿能做的事，一定尽心尽力。大小姐，赵太太，这纸条里的意思是在向我投诚。里面的消息应该是真的。这几日夜里，让人守好院子的门吧，送来的饮食千万不要用，暂且用我们带来的干粮顶一点。大家醒醒些。是，我这就吩咐下去。果然来了，身体动不了。小丫头，下手还是这么狠。来的人是本座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清醒个头啊！哼，来，瞧瞧好戏。竟然是暗道！我千防万防，没想到他们居然直接在我屋里头设了机关，想迷晕我就动手。估计白嬷嬷他们都已经被引开或者打晕了。糟了，白玉还在下面。想救你的小丫头，那就去吧。鬼啊！宁儿，
儿，她是宁儿，宁儿不是死在赫赫了吗？宁儿，不是那个10岁就被送过去的前任赫赫王妃吗？此刻是你吗？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宁儿？宁儿才10岁，才10岁啊！宁儿不关4个的事啊，都是太祖皇帝总要我们家与赫赫和亲，那赫赫习俗与亲受何异啊？我们西凉家怎么能受此侮辱？还不如我们自己人破了和亲女的身子，既能狠狠羞辱那赫赫人，也免去我西凉女儿清白尊严被野蛮人占据。不对，他有影子，他不是鬼。是我。怎么？你们不是来找我的吗？我的好堂叔堂兄们。既然你知道了，就尽西凉家女儿该尽的义务，乖乖躺在床上去，省得大家脸上都不好看。什么贱命，也敢在本千岁的爱女身上乱瞟？踩起来还没有李尚书那老头子的感觉好。爱女是谁？不是我，绝对不是我，我没有这样的爸爸。这千岁爷。督公，您怎么？千岁爷，听闻您手下有人善制扇，木儿想向您求把面皮攻扇，材料就由我这堂叔兄们提供。听说这面皮入手细腻，若以纹身之法将颜料刺入其间，面皮扇的颜色便会长久鲜艳如新。不知千岁可有兴趣一试？这倒是有趣，只不过本座还是不喜欢自己的爱女穿成这样，让别的男人随意观赏呢。美姨，还不按你们小姐说的动手？是。西凉墨，你竟然勾结阉党奸人，对自己亲人刀剑相向，简直无耻！你这是背弃祖宗，西凉家的祖宗九泉之下也不会放过你。要是这腐朽堕落又糜烂的西凉族是我的祖宗，我便是颠覆了又如何？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这世间最诛心的，永远不是来自外界的伤害，而是来自于自己所深爱之人的背叛。那些枉死的女孩，若是能看到你们落得如此下场，也可以瞑目了，就像前世的我一样。小丫头，咱们出去赏月可好？总听这些玩意儿叫嚷，可扫了雅兴。到了。臭丫头，你想摔死本座吗？有毛病啊！谁在床上看月亮？好歹捡个树枝站着呀！上来，才可一览众山小。怎么，你怕高啊？刚才剥皮如剥瓜子，也没有见你怕。千岁爷，这里风多大呀，吹坏了您如花似玉的脸就不好了。咱们下去吧，好不好？不好，爷今儿要赏月。爷，俺丢俩鸡是不对的。大小姐，太好了，你没有事，都是我没用，居然被迷晕过去了。要是您出了什么事儿，奴婢也没有脸面活下去了。老身无用，被那些贼子引开，害得大小姐孤身无援。我没事，其他人呢？您为了保护碎玉阁的其他人，将大半的侍卫都留在府中。我们带来的人不敌西凉本家，那些贼子设计引开了老身，老身留了其他护卫守在大小姐门口，但他们都被西凉家派来的人杀了。死了10个护卫。千岁爷，我想知道，您是否早已知晓西凉世家这龌龊之事，预料到墨儿今晚会遭遇此事？如果您早早对我示警，
今日我的护卫们都不必白白送死。你，本座为什么要帮你救人？你以为你是谁？对啊，我算什么？我不过是他手中的棋子，因着主人的3分颜色，就得意忘形了。千岁爷教训的是小女僭越了。墨儿，你比你的母亲要狠心多了，这很好，但还不够。不过是些护卫，等你学会对自己狠心，利用尽身边所有可利用之人，踩着心腹之人为你铺的血路，你才能走到最高处。别让本座对你失望，否则……不，我永远不会像你这样不懂感情，孤身一人。我不会变成只懂虐杀的怪物。那踩着所爱之人流的血走到的最高处风景，也只有无尽的黑暗和冰冷而已。我不需要。来，好孩子，告诉本座，接下来你想怎么处理？墨儿是有恩报恩、有仇报仇之人。这100年西凉世家葬送了这么多人的清白与希望，就让墨儿亲手将这里所有的罪愆都焚烧殆尽。走水了，走水了！快点！这到底怎么回事？那几个混账孩子，让他们好好教训西凉墨。他们有必要搞得屋子都烧起来吗？这火势这么大，周围的房子都快烧没了，简直气死我了！老太君，屋子里发现了3具焦尸。慌慌张张的做什么？尸体就尸体，遣人去通知靖国公府就是了。西凉墨这小贱蹄子，果然是已经被烧没了。通知靖国公府什么？呀，这火势怎么会这么大？幸好墨儿今夜出去散心时不小心迷了路，没来得及回房间，否则这会儿就该烧死在里面了。西凉墨，你在这里？那老太君，那3具焦尸是二叔他们的。老太君，孽畜！你这个孽畜，竟把我的儿孙们……比起那些丧尽天良、罔顾人伦的畜生，墨儿可当不起这骂名。但墨儿倒是奇怪，我出去散心了而已，堂叔他们怎么会半夜到我房里，又刚好闹起火势烧死了呢？郡主受了惊吓，还是早些安歇。至于其他事，请郡主交给妾身处理吧。这火明显是郡主自己放的，二叔他们死因有蹊跷，这再追查下去，谁都讨不了好。白玉，我们回去吧。这本家遭一次火，怕也是没空招待本郡主了。今日就算卖这个面子给赵太太吧。皇上圣旨到！真命郡主西凉墨，西凉本家嫡女西凉武接旨。建国公之长女真命郡主西凉墨，书甚慧雅，横黄有则，礼教肃贤，柔诚兰芷。户部行走西凉河之长女西凉武，秀玉名门，会孝贤恭。召2人共同入宫备选太子良娣。什么？西凉墨这孽障是要送去赫赫和亲的？我们已经写进折子呈给陛下了，怎么还让他去选太子良娣？忽而是我们早打点好要将他送进宫里的，西凉墨这算什么事儿？老太君未免太托大了，你们西凉本家只是提供一个名单，用我堂堂天朝郡主去和亲，您舍得，陛下都舍不得。陛下已经驳回了这个名单，您不知道吗？劳烦公公了，老太君今日受了些刺激，讲话不大中听，还请公公见谅。哎呀，怎么敢当？
老太君，郡主虽然是您的晚辈，到底品级封号在那里，是在陛下面前都有脸面的。您这一口一个孽障，也不像个做长辈的样子。咱家看您的脑子是不太清楚了。这阉人，还有西凉墨你这个小贱人！郡主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我看护不力，有负郡主所托。那天，不要！不要！住手！这里可是郡主的院子，你们是反了不成？本县主的御赐之物被这院子的丫鬟偷走，处罚他们有何不对？三婶娘这是要偏袒西凉墨？自从西凉墨帮黎三太太从母亲手里夺了掌家之权后，这黎三太太便事事听令于他，简直不把我们放在眼里。西凉先竟瞒着所有人，私自带上府兵围了碎玉阁，可恨我来迟一步。西凉墨离开前千叮万嘱，让我保护好他的人，这下我怎么向他交代？如今晋国公府由我掌家，县主丢失了御赐之物，按理也该由我来查证。一介县主对郡主之人滥用私刑，若是传到宫中，县主怕也是讨不了好吧？沈娘在威胁我。县主说笑了，我只是按规矩行事。您如此与我作对，就不怕西凉墨有个万一回不来，自己落不着好？纵马惊驾后，县主如今在外名声也不甚好听，处事还是要再谨慎些来得好。您说是吗？三婶娘教训的是，既然有三婶娘操持家事，仙儿便放心的交给你了。县主走了后，我便赶紧请了大夫，只是我来得太迟，没来得及救下那些被打死了的姑娘。白蕊姑娘手脚已经接好了，只是这脸怕是毁了。白金姑娘没被糟蹋，却断了一臂，是我掉以轻心了，才让县主得了逞，请郡主宽恕。不，是我的错，是我无能。如果当初能直接把韩氏一脉杀尽，便不会有今日之祸。郡主，您不要自责了，你已经将大半的护卫都留了下来，自己还因此陷入了险境。郡主，宁安，你来做什么？国公爷听闻小姐回来了，让小的传一句话给您，望小姐记住：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这个时候，国公爷倒是来与我说亲情了，是怕我对他的爱女做什么吗？那送我去本家时，让我去当赫赫王妃时，为何不见他这父亲惦记半分父女情？郡主不可对国公爷生怨，国公爷已经将县主软禁了，毕竟县主动的也只是您的下人，没有伤害到您。可偏偏是这几个下人，比他们这些所谓的至亲更让我心疼。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我不会让碎玉阁的人白白蒙受这些痛苦，韩氏一脉欠我的，本郡主要他们千倍万倍奉还。这么说，本座送去的那只血鸢也被伤着了。督公恕罪，属下这就派人将那端阳县主拿下。不必，那丫头最是护短，想必是想自己亲自动手清算。本座的爱女，可不能是连这点事情都办不好的废物。说起来，她也快到了吧？
本座这身衣服够惊艳吗？还是再换身衣服？毕竟要与心爱的女儿一起嗑瓜子，为人父，总要给女儿做些榜样。那丫头的穿着也太寒碜了些。可是郡主说她今日不能来陪你了。属下按照您的吩咐前去告知郡主，西凉家的那些宫扇已经制好了，请她过来一同与您欣赏和吃瓜子儿。郡主说她最近很忙，请你自便。是吗？那便把这些扇子连同本座的礼物一起送过去给她吧。爱女这么忙，本座自然要好好疼爱才行。公公，这些是9000岁爷听闻大小姐被提名太子良娣，好事将近，便命咱家送些东西给大小姐添妆。这暹罗胭脂蜜露、东珠翡翠嵌金头面，不是宫中珍品吗？千岁爷怎么送如此厚礼啊？这些都是声名在外、价值连城的珍品啊！之前听闻公主想求看一眼，皇上也没有允许。9000岁怎么会把这些宝物送给这个贱人？哪里，都是些小玩意儿。千岁向来对为自己办事的人都很宽厚，谁要是与郡主过不去嘛，那就是与9000岁过不去了。为自己办事，我小心隐藏了这么久，百里晴是想来拆我台，让全天下人都知道我和他有勾结吗？这只老妖怪分明是在报复我拒绝他的事。劳烦公公替我谢过千岁爷，做香料与脂粉作为犬戎的贡品，不过是小女为自己的家国做的一点事情，如何能当得起这样的赏赐？郡主自谦了，既然礼已送到，奴才也就回去复命了。爷，不是我没有努力坑郡主，实在是郡主太狡猾了，张嘴就能胡说八道啊！嬷嬷，我还要去一趟墨香阁，你将这些礼物收进库内吧。且慢，刚刚收到连公公前来送礼的通报时，我正好在老太太那里。老太太说她也想瞧一瞧宫中送来的珍品，让你送过去给她。莫姐儿向来是个有孝心的，不会忤逆老太太的这点要求吧？莫姐儿好久没来看我这老婆子了，听说你最近和你妹妹闹得不甚愉快，你们总归是亲姐妹，怎么反倒为了些卑贱的下人伤了感情呢？老太太言重了，木儿自然是知晓轻重的。自打我登上郡主之位后，老太太便称病在床不见我，如今为了西凉仙，总算要出手了。你这般懂事，祖母也就放心了。只是如今你要参加太子良娣的甄选，仙儿却未收到邀请，外面不知道有多少风言风语啊。不瞒你说，你父母亲从小便将仙儿作为国母来培养。当年甄选太子妃时，仙儿才10岁，没有竞争的资格。后来太子妃位越发充盈，我们才将目标定在了陛下的选秀上。却不想这几年几位良娣都接连滑胎而亡，太子妃也重病在床，眼看就要不行了。皇后娘娘这才有了重新为太子充盈东宫的想法。你们是姐妹，应当互相帮助。祖母想，不如就由你带仙儿一同参加，有你在，想必皇上也不会多说什么。富儿自然也想帮助二妹妹，只是妹妹双腿行动不便，已是残缺之身，如何能进宫？西凉仙被皇帝厌弃了，他们便把主意打到了太子头上，还想逼迫我带西凉仙参加甄选。哼，想的可真是美呀！这个你放心，我和你母亲准备了特殊的绣鞋，仙儿穿上去便看不出腿是瘸的，只要她能夺得太子欢心，便是双腿有些残缺，
想必太子也不会在意。祖母，只要大姐姐愿意帮忙，仙儿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的。老太太思虑周全，墨儿自当从命。还有另一事，仙儿身子不好，外头的人都是踩高捧低的。如今祖母做主，将千岁爷送的这2套头面和香粉均匀一套出来，就当是你送给你二妹妹添妆了。外面的人看到咱们家姑娘能带这些公主都佩戴不上的珍品，便不敢轻慢你们了。这也能让别人看看你的气度。原来如此，这么说来，墨儿反倒要多谢祖母，苦心为墨儿打造这好名声了。你们都能懂祖母的苦心便好。祖母老了，如今就盼着你们守望护助，共同要我西凉家门楣。西凉墨，刚刚你答应祖母的事，是真的？难得你不再玩这些姐妹情深的把戏。你肯不计前嫌，帮我参选太子良娣？既然你知道，那还问我？我西凉墨从来都不是什么好人。你血洗我的碎玉阁，这笔仇我可是记着呢。妹妹如此放肆，以后这府里大概谁都能踩在我这郡主头上了吧？那你想怎样？那不过是些奴仆，我陪你便是了。若你还不解恨，那我便把我院子里的奴仆也送过去给你打杀，这样你总能出口气了吧？西凉墨，我不相信你会对太子妃一味不动心。只要你肯帮我，带我们一起进宫了，有我的姨母韩贵妃相助，未来后宫还不是你我姐妹的天下？贱人，你做什么？二妹妹果真好气度，可惜姐姐向来记仇。这秋荷虽美，却也只剩2、3枝了，不如你采摘了好好养着，等到甄选时，姐姐再给你亲自别到发鬓上吧。大姐姐说的是，仙儿最喜欢秋荷了。西凉墨这个贱人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大小姐，我们就这样放过西凉仙，还帮她参加甄选吗？不必着急，这不过是利息而已。他们想要什么，我送给他们便是。但有没有这个命相，就由不得他们了。果然，还是没办法完全去掉这些疤痕吗？大小姐，不要为我伤心了，因为我求来价值1000金的祛疤灵药，要日日亲自帮我调理，我才能恢复得这么好。白蕊不觉得这是疤，这是我保护大小姐的印记。虽然我做的不够好，还害白晶和其他妹妹受伤了。做的不好的是我无能。白晶失去1只手后，我已经让人送她去庄子休养了。白蕊，你若是害怕了，我也可以让人送你离开。我活在争斗不休的地狱里，昨日我可以让他人生不如死，或许明日就轮到我。你们是我身边的人，可能会落得比当初更惨的下场。这条路注定崎岖黑暗，充满血腥。我已经无法逃离了，可你们还有选择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，自您赐予我新的名字与身份起，我便是您的人了。若您想血刃仇敌，我就为您指导是选；若您失败了，奴婢愿以身与您同训。大小姐，奴婢从小就跟着您了，您赶我走，我也不会走的。如果失败了，我们便到黄泉之下与白眉姐姐他们团聚。地狱里有您，奴婢就不怕。不，我绝不会失败，哪怕是为了庇护我身边的人，我也绝不会输。你们放心，我再也不会允许任何人从我的手中夺走任何东西。那些曾经欺辱过我们的人，我都会让他们一一付出代价。哎，听说最近墨香阁又进新货了，这墨小姐别的不说，调试的新品是真的好用。是啊，现在京城最受欢迎便是这墨香阁了，连公主都常来惠顾呢。
小姐，最近我们铺子的收益越来越好啦。自您参加太子良娣甄选的消息传出去后，这香粉卖到10两银子一盒，也有人抢。他们不过是见我当了郡主，得了皇上的青眼，又有可能成为太子妃，想讨好我罢了。唉，说是选太子侧妃，实际上太子妃时日无多，是大家心知肚明的事。大小姐，太平大长公主来了，可算是来了。既然贵客已到，大戏也该唱了。见过大长公主。我听闻你这里做了一批上好的香露。公主，这些是墨儿为您准备的纯珠流芳系列胭脂与香露，用的是新盛的龙爪菊并蔷薇木、鸢尾花、佛手柑与南海珍珠，历经10晒、10筛、10磨所制成。墨儿亲自研制了1个半月，也只得这么一套，再适合公主的肌肤不过了。看起来倒是不错。明日就是太子甄选良娣之日，不知甄明你准备好了没？准备不准备，结果都由不得我，又何必费心？我们女子生来便无选择权，婚事全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公主不是再明白不过吗？你说的对，当年骄傲如我，还不是被皇兄一句话便断送了一生，派去西狄和亲。听你所说，似乎无意与太子良娣，怎么，竟然连太子爷都入不得你的眼吗？月女有歌，心悦君心，君不知。公主眼里若有了那一个人，便是再好的一切都入不得心中了。你让公主见笑了。不过墨儿想，墨儿应该是不用太担心自己会被选上太子良娣，毕竟有二妹妹艳绝天下在前。你说西凉仙，她不是已经被皇兄厌弃了吗？竟还想嫁给太子？公主不知此事吗？母亲跟我说过，让我当日带妹妹参加甄选便可。妹妹为京城第一才女，风华绝代，宫中的韩贵妃娘娘又已打点好此事，当时有十足的把握了。本宫今日身子乏了，必须回去了。东西本宫会让人过来取，你就不必送了。西凉仙，本宫倒是要会会这不知天高地厚的端阳县主。怎么？难道就因为那个老女人觉得我配不上太子殿下，本县主便不能参与甄选太子良娣吗？妹妹，万不能这样诋毁公主。当年公主是陛下最宠爱的胞妹，若不是西狄来犯，陛下也不会答应将当时唯一适龄的公主远嫁和亲。当年公主容貌冠绝京都，无数才俊求而不得，却为了天下苍生牺牲一生远嫁。后来公主的夫君西狄大皇子死于皇室内斗，公主无子，不肯留在西狄。西狄忙于内乱，这才答应将公主送回来。公主如此牺牲，回国后却依然受这些流言蜚语和嘲笑。哼，她算什么？一个死了丈夫的老寡妇，不安分守己，还想干涉太子的婚事。依我说啊，她就是看我们这些冰清玉洁的年轻姑娘不顺眼。我为什么要理会她？冰清玉洁，好一个冰清玉洁的端阳县主！西凉仙，我要你为今日的口不择言付出代价。莲儿，你做得很好。承蒙郡主厚爱，奴婢不过是稍微会一些口技，能模仿几分他人的声音而已。大小姐，奴婢还是不明白，您怎么知道公主今日一定会来我们墨香阁？公主又是为什么会对太子的婚事如此在意？数月前，我曾被韩氏设计在宫中撞见了一对男女偷情。最初我以为偷情的是陛下的妃子，可后来经过查探，我才发现那名向我泼水的宫女明月是太平大长公主的贴身宫女。而当日公主确实有段时间不在宴席上，在公主几次来墨香阁买胭脂后，我更是从她的声音里确定她就是当日偷情之人。
随后我便开始让何嬷嬷追查当日各位皇子与王爷在赏荷宴的动向。最有嫌疑的王爷们都未进宫，2位庶出的皇子也在学堂之中，只有太子一人在东宫歇息。能通行无阻又携带贴身死士的人，除了太子再无他人。虽然有些不可思议，但排除所有的不可能，这就是唯一的答案。所以太平公主才会这么在意太子的婚事，难怪您笃定他今日会来找您，明日便是甄选，他这是来试探您。你以为太子东宫里这么多嫔妃，为什么没一个有好下场？连太子妃都因滑胎而重病，这吃人的深宫里哪有那么多巧合？您的意思是公主动的手？如今西凉先想夺太子妃之位在前，又侮辱公主在后。太平公主向来心狠手辣，一定会好好报答西凉先的。我们便借一借公主这把刀，好好还他们一份大礼吧。把这些都拿走！太子爷，皇后娘娘对这一次的甄选真的很上心，特别嘱咐让您也好好物色。这些画像还是娘娘特地让人送过来的。选谁都没有区别，不论什么样的女子，进了这宫闱总会变成一个样子。再说了，母后不是已经内定了人吗？娘娘向来心疼您，肯定也会尊重您的意见的。说到底，女人都是贪婪而自私的东西。对，就像思宁心一样，谁得到良帝之位都好，只要他们不惹出大事，任他们斗个你死我活，本太子都不会管。但若是再有那些不安分的，就别怪本太子不客气了。千岁爷，郡主求见。千岁爷万安。这些时日因未护好千岁爷送来的血渊，致使其受伤，木儿深感不安，故而不敢来见您。如今木儿已布好局，只等收线便可让韩氏母女血债血偿，以宽千岁爷之心。还请千岁爷宽恕，重点是不要再给我记仇惹事了。墨儿，让我看看你这几日瘦了没有？有那么多人想与本座结个奉养，只有你最乖巧有趣，懂本座之心。承蒙千岁爷厚爱，只是千岁爷风姿神俊，小女蒲柳之姿，实在不敢承千岁爷的香火。你这是在拒绝？糟了！但小女仰慕千岁爷，只想认千岁爷做师傅，以承您的衣钵教诲。今日木儿特地带了亲手为您绣的凝神香囊，且当认师薄礼了，请您笑纳。香囊是在这里。丫头！疯了吗？不可能！想不到丫头你竟如此热情，不如让本座看看你还有什么本事。我立刻起来。千岁爷，新公子跪在如梦院外头，非要见您一面。是老奴打扰了。木儿非有心之举，实乃木儿胆小如鼠，一时慌乱下才失礼。胆小如鼠？你若胆小如鼠，世上怕是没有人比你更大胆了。都是木儿的错，请千岁爷见谅。你在这里待着，本座先出去处理要事。我居然能活下来，百里清刚刚怕是真的动了杀心，是因为我的不敬，还是担心我发现他的秘密？但百里清10岁便进入宫闱，从最底层的拢宫小宦官做起，毫无权势，如何能瞒过每年内务府的净身检查？如果他真的没有净身，那么外面传他以色侍奉陛下，才得到今天这般地位的流言，难道是真的？
不，婉娘！督公，心妍知错了，求您放过婉娘吧。她真的只是我的弟子，是心妍有意于婉娘，非是婉娘勾引心妍呐。心妍，当初你祈求千岁爷买下你的时候是怎么说的？如今竟被婉娘这外来的奸细勾搭上，出卖我司礼监，你还有脸向千岁爷求情？死不足惜的玩意儿，给我拖下去！白丽卿，你这魔头，心性残忍，根本不知情为何物！我诅咒你，有朝一日你捧出一腔真心，必被人践踏，爱而不得，千刀万剐，不得好死！听够了吗？还不滚出来！千岁爷说笑了，墨儿尚未修炼至珠元玉润，如何能滚出来博您一笑？啊！千岁爷！七彩的烟雾，这尸水到底是什么？愣着做什么？伺候本座沐浴。墨儿不敢以微末之躯亵渎千岁爷的眼。千岁爷若是需要，不如让何嬷嬷换您的美貌姬妾伺候您。怎么？你不是想拜本座为师吗？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到，还是说你想做本座的宠物？当本座的宠物，像现在一样侍奉本座？我就脱一次你的裤子！不就是看个皇冠的大裤衩吗？我一现代人还怕你不成？能博千岁爷展颜一笑，还真是墨儿的荣幸。百里清刚才确实不对劲，他仿佛要将人生吞活剥的状态。难道是因为心妍的话？罢了，难为你这般豁出去讨本座欢心，本座就成全你的孝心了，收了你这好徒儿。多谢师父，徒儿必定认真供奉师父，给您养老送终，供长生牌位，早晚3炷香。也保佑您徒儿我飞黄腾达，让您可早日驾鹤西去，早登极乐。这香囊为师便收了。这丫头，当本座听不出，她这是在咒本座呢。只是有一事，你要记住，本座向来不喜无用之人，连本座所赐之物都保护不好的废物，没有存在的价值。若你做不到让本座满意，从此便待在本座的后院，相信你的父亲会同意用你来换边境10万担的粮草。徒儿不会辜负您的悉心教导。太子甄选宴之后，墨儿自会让西凉仙等人将吞下去的吐出来，并付上本金。行了，过来吧。你完没完？你经脉纤细，年幼时身子又亏欠太多，若不能一金伐髓，此生难有所成。既然你不愿意在这天山白玉洗髓池里面修炼筋骨，那便算了。这不就是我今日来的目的吗？我需要变强，至少不能拖累身边的人。这具身体自幼亏损太多，想依靠正统修习之法速成，几无可能。只有百里清能帮助我。离为师这么远，休怪本座没提醒你，这妖兰之物是天下至毒，只有这洗髓池里的妖兰之水才能克制。若无本座的金针渡穴，这至寒之毒与至热之水会让你受尽腐骨噬肉之痛。虽然不影响洗髓效果，但你确定自己能受得住？不必劳烦师父，若连这点痛苦都经受不住，墨儿也不配当年的徒儿。好冷，好热，好难受。本座早就说了，
你这身子根本不可能受得住。本以为是个聪明或软的，想不到比你的母亲更倔强。算了，好好睡吧。等你睡醒，一切就都过去了。我离走开！老妖怪退散！蠢丫头，你想死吗？师傅，你方才是不是又在轻薄我？你说什么？完了，条件反射说出口了。师傅，徒儿一时睡糊涂了。难怪我一睡醒，感觉身体如此舒畅，仿佛任督二脉都被打通了。百里清竟为我失真了。多谢师傅为徒儿金针渡穴，洗尽法髓。徒儿回去一定认真休息，不负您这番教诲。哼！本座让你走了吗？明日便是太子良娣甄选宴了。为师想知道爱徒你是如何打算的呢？嫁给太子是条捷径，但风险也最大。墨儿不认为非走此路不可，自会想法子落选。但若你有意让墨儿嫁给太子，墨儿也会从命。如今陛下身子有亏，如果百里清能控制未来天朝的继承人，自然能保他权势长存。这个时候你倒是听话。罢了，按你的想法去做便是了。本座会派几个妹部的人跟在你身边，你尽可使用。司礼监妹部的人都是顶尖杀手，从来只执行百里清的屠戮之命。百里清这是派人保护我？难道是因为我之前差点在西凉本家遇险？多谢师父。我在想什么？百里清怎么可能关心一颗棋子的死活？不过是为了更好的利用我罢了。督公，您何必耗费真元为郡主洗尽法髓？明明您身上还有毒。真元乃武者立命之本，修炼不易，督公却要为一个不相干的人自伤。属下失言了。此次进宫名单没有端阳县主的名字，县主请回。西凉县不是被皇上厌弃了吗？怎么还有脸打扮的花枝招展来参加太子良娣的甄选？还京城第一才女呢。我要是她，早就一脖子吊死不活了。公公，佳妹并非来参加太子宫宴，而是来探望贵妃娘娘的。啊！司礼监的令牌，奴才冒犯了，郡主请。这次甄选宴由皇后一手操办，只低调的以赏菊宴的名义邀请了贵女和王爷们前来。西凉仙要强行找借口进宫，也并非说不过去。今日是请各位贵女到东宫赏花，不必拘谨。难得东宫如此热闹，太子也与王爷们辍朝一日，各位一同赏花赋诗，全当散心就是了。是，谢皇后娘娘隆恩。说是散心赏花，这里应该四处都是皇后的眼线。按皇后挑选的标准，那些得意忘形缠在太子爷身边又行止狐媚的，首先就会被剔除掉。再来就是举止畏缩小气和像我这种明显心有所属，无异于太子，不能一心一意辅佐太子的。墨儿，别让阳光刺伤眼睛。王爷，好久不见。是许久不见了，你过得好吗？墨儿果然来甄选太子良娣了。他明明是对我有意的，为何也要来参加这甄选宴？都道郡主是个心灵手巧的妙人儿，上次赏荷宴本宫受了惊，只远远一见，还未曾仔细看过你这丫头呢。皇后娘娘安好。兰陵，这真敏郡主怎么会和兰陵那么相像？
众人知道她是晋国公的女儿，没想到她是兰陵所出。皇后也认识兰陵，而且看起来两人似乎渊源不浅。娘娘，您没事吧？啊，无事，本宫有些乏了而已。琴声，那不是西凉仙吗？西凉仙在弹琴。西凉仙还真是每次都能找到别出心裁的方法，让自己成为众人的焦点。他的琴技本就绝佳，今日这一弹，在这群浮躁的莺莺燕燕中尤显显眼。只可惜，臭八怪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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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啊，哪来的鸟啊？怎么专挑西凉仙来追？这回真的是出尽风头了！啊！快看，西凉仙的脚！入宫的妃子皆要身体健全，西凉仙竟敢隐瞒腿疾参加太子良娣甄选宴，这不是欺君大罪吗？端阳县主，本宫记得此次甄选宴的邀请名帖里，并没有你的名字。不是，我只是过来探望贵妃娘娘的。娘娘饶命，仙儿是一时迷路才误入甄选宴，求娘娘看在贵妃娘娘的面上，恕了仙儿的罪。好，好，好，连你都敢拿韩贵妃来压本宫。韩贵妃的宫殿与此处一东一西，你能迷路到这里，也算是让本宫大开眼界了。来人，端阳县主擅闯甄选宴，举止粗陋，责10大板。处罚完后，好好将他送出宫，莫要再让他迷路了。不要！救命！娘娘饶命啊！西凉墨，你这个贱人，是你算计我！墨儿，别看，别听，你会害怕的。我送你回去吧。走吧。二妹妹犯下如此大罪，皇后娘娘看在贵妃娘娘的面子上，已经是从轻发落了。我是断不能再护着她了。好痛！西凉墨这个贱人，杀了他！我要杀了他！我要让他生不如死！作死呢！怎么敢吃的？红莲，放开我！你们想做什么？是谁派你们过来的？你们放了我可以给你们双倍的钱。再多的钱，都救不了你这个贱婢！端阳县主，冰清玉洁，京城第一才女，能写一手漂亮的簪花小楷，琴棋书画无所不精。所以，你以为凭借这些就能成为太子的女人吗？这端阳县主赏给你们了，留他一命，还有用处。是。滚开！放开我！你们要是敢动我，我就杀了你们！还敢装什么真意？西凉仙，你也配与本宫斗？竟敢嚣抢太子！本宫要你生不如死！国公爷、夫人，这个时辰是有什么事吗？西凉墨呢？夫人，叫他出来！西凉墨，仙儿自今天去了甄选宴之后，便没有回来。我派人找了一晚都没有找到，你到底把仙儿藏到哪里了？二娘可是关心则乱，今日宫宴，二妹妹惹怒了皇后娘娘，被罚后独自乘坐马车回去。此事所有人都有目共睹。我是由小王爷送回来的，并不与妹妹同路，如何能将她藏起来？行了，墨姐儿说的话也不无道理。来之前我是怎么跟你说的？你若想继续吵架，
便回去。是母亲心急了，你不要见怪。母亲自知这段时间对你有所疏忽，让你伤心。你看，这是之前你送给仙儿的礼物，母亲这终究还是送回来给你妥当。看在你父亲的脸面上，你就原谅母亲和你妹妹吧。二娘说笑了，不过是些浅薄之物，墨儿如何会为了这点东西记恨妹妹？妹妹失踪，我也无能为力。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除了你，谁还会对仙儿这般温婉善良的孩子下狠手？你毁了她的甄选宴还不够，现在还要杀了她吗？韩婉言，你给我闭嘴！父亲，墨儿，爹爹想和你谈谈。白蕊、嬷嬷，你们留下，没什么好避开的。白嬷嬷和白蕊都不是外人，他们从小护着我长大。墨儿没饭吃时，也是他们将自己微薄的份力匀给我，我才活到如今。你有什么话，尽管说便是了。你这是在怪本宫不慈，不曾照付于你吗？苦公爷是墨儿的生父，墨儿怎么敢如此不孝呢？墨儿，为父知道这些年来亏欠你许多，只是仙儿到底是你妹妹，姐妹相助总胜过姐妹相争。为父是过来人，如今你们还小，以后大些也就明白了。国公爷，您认定了是我让二妹妹失踪，在心里给我定了罪才过来的。可惜，我确实不知道二妹妹去了哪里。建议您明日还是报武城兵马司处理，有官府插手，一定能查清楚妹妹的去向。如今夜也深了，请国公爷安枕吧。为父并不是那个意思，总之你再考虑一下。等一下，二娘是不是忘记了什么？你刚才不是说要把从我这里夺走的东西还给我吗？难道因为墨儿对妹妹的事却不知情，便要食言了？还不放下东西！母亲怎么敢呢？大小姐，若是日后国公爷追查，这件事确实与我们无关。我这父亲再追查，也只能查到大长公主下的手。难道他还能为了西凉仙和大长公主对上吗？我们坐等看戏便是了，不必脏了自己的手。大小姐，西凉仙被找回来了。哦，竟然还活着呀！听说他是被人在一个破马车里发现的，发现时已经奄奄一息。大长公主是故意留西凉仙一命的，她要西凉仙活着，品尝她曾经遭受过的一切，让西凉仙失去她引以为傲的贞洁、美丽、才华，只能绝望地看着别人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。虽然韩氏把消息封锁了，但大长公主还是设法让西凉仙失贞的秘闻在京城内传开了。如今西凉仙是毁了，一个失贞又被皇家厌恶的女子，不可能再会有世家愿意接纳。未料把这个送给师傅，顺便问问他老人家可满意徒儿交出的答卷。郡主，此物是？此物名叫含笑半步颠，据说服后走半步便会大笑不止，然后浑身火热不能着衣，裸身而舞。不过本郡主还未曾测试过，若是能改进一下，神不知鬼不觉地下在百里星身上，好让我一窥他胯下真相便更好了。不愧是师徒，郡主和督工还真是绝配啊，做出来的东西都一样可怕。美人，美人！这样的嗜好似乎和他原来的主人一模一样啊！要不是看在你配合我教训了西凉仙一顿，你早就成红烧鸟了。西凉无言，你到底还管不管你的女儿了？仙儿和丹儿变成这个样子，你日日只懂得和那几个狐媚小妾鬼混，我就避而不见，你还算一个父亲吗？你看看，丹
儿的脸变成什么样子了？仙儿还昏迷着，生死未卜，你到底还要偏袒西凉墨那个贱人到什么时候？不要扯我的面纱，不要看，我不要被人看。兰儿有病，你带她来做什么？我都说了，此事和墨儿无关，到此为止。难道你要国公府去对上大长公主吗？什么？太平大长公主？她为什么要这样对仙儿？是了，大长公主和太子有私情。难道是因为仙儿在宴席上勾引太子？或者是我设计西凉墨去撞破公主与太子殿下的通欢，被公主发现，公主才会对仙儿痛下杀手？胡说八道！妾身知道，此事必定与西凉墨那小蹄子有关。您若想护着那蓝氏贱人的女儿，我还能怎么办？夫人似乎知道什么，最近她与宫里的来往也太过频繁了，你派人好生注意着。是。那郡主那边？本是我当年亏欠了他们母女，这些日子我看墨姐儿长得越发笑似兰陵了。这个孩子长得不像那个人，也不像我，反而越发出落得和兰陵相似。罢了，好好保护她吧。双儿已经嫁给虞后，仙儿和丹儿又毁了，月儿也尚且还小，如今我也只剩这么一个女儿可以指望了。9000岁又发明了什么鬼手段来折磨人了？变态，这个变态！这含笑半步癫果然是妙物，不知道用在本座的爱徒身上会如何，真是让人期待。美姨，去通知本座的爱徒，让他过来一趟。爱徒这么孝顺，本座得好好犒赏他才行。墨儿见过师父。你过来。师父，您这是效仿商纣王吗？这可是托你的福呢。那含笑半步癫，你不是说还没试验吗？为师稍加改进后做了个大面积的实验，瞧瞧，多有趣！本座让这些大臣们都提前升入了仙境。墨儿，来陪为师喝一口，怎么样？上！百里嗪中毒，诛杀阉党！卑鄙！你们竟然下了10香软筋散！刚才进来时闻到的那种香气，就是具有散功与令人麻痹之能的毒香吗？百里嗪，劝你不要妄动，身上可是有毒的。百里嗪的那根金线杀人于无形，一旦靠近就会被绞杀。本座素来善良和蔼，普度众生，心怀慈悲，到底何处得罪你们？竟然要取我这活菩萨的性命！无耻！你是何人？超师救我！小女是这无耻卑鄙的阉人抢来的民女啊！这阉人杀了小女爹娘，日日欺凌于小女，逼着小女对食。求壮士救小女一命，为民除害啊！对食，强民女，干嘛？准你无耻不准我卑鄙？那可是来杀你的，关我什么事啊？当然可以了，不过，徒儿，你真让为师伤心呢。明明昨日你才说替我去查验京郊百姓所见的生祠，为何今日就要弃为师而去？
你这个奸诈恶女，敢耍我们！听说天理教勇士极为悍勇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如此。只可惜，真正中毒的不是我，而是你们。你们马上就要死了。胡说八道！既然你知道了我们的身份，就更留你不得了。给我杀了这妖女！你什么时候下的毒？我一进门就闻到房里的香味，有罕见陀尼灯心草的味道。小女不才，却正巧最喜欢研制香气。此药能麻痹神经，而解药是红花，想必你们都先行服用了解药，我便顺手加了点克制红花的香料进去了。否则，你以为我为什么浪费这么多唇舌拖延时间？你不知道大战时废话最多的人死得最快吗？果然是为师的好徒儿。师傅，您中了陀罗尼这么久，何必撑着强弩之末呢？如果您现在死了，所有人都会以为您是被天理教的人杀掉的呢。怎么，爱徒，你想杀了为师吗？师傅，您怎么能把单纯的我想得与您一样卑鄙无耻呢？实在是太伤我的心了。无耻！你们师徒都一样无耻！搭配！徒儿只是想趁此机会好好孝敬您老人家而已。您放心，这可不是什么毒药。这一红一绿药丸乃是一对，里面是一对子蛊虫，叫赤离虫。受蛊之人不会受到任何伤害，唯独有一点，吞了这一对虫子的人，身体不能有超过1双手面积的接触，否则绿虫子便会非常难受。它一难受，受主也会难受到大小便失禁。师父这么高雅的人，失禁了多不好啊！原来爱徒如此讨厌为师的触碰吗？师父，您总要为墨儿的名节考虑一下。知道的人说师父是不拘小节，传道授业之法特别；不知道的还以为墨儿和您一样不要脸呢。师父莫要生气，墨儿向来是尊敬师父的。敢问师父，如今要怎么处理这些胆敢冒犯您的天理教徒呢？目的达到了，还是得给这个记仇的老妖怪顺顺毛。天理教在南边闹得颇有声势，蛊惑了不少人入教。这种教会目的不纯，一旦集结，极易成为祸患。百里清一道旨意下去，强令官府和驻军镇压此教，自然是成了这些教徒的大敌。留下首犯与3名教徒，其余之人杀无赦。本座的爱徒不是素来胆大包天吗？怎么不敢抬头看一看这天地呢？师父，你根本就没有中毒，是吗？我都能发觉的事，百里清不可能不知道。他能在朝廷里只手遮天，屹立不倒，这样的刺杀早就已经历无数次。是我太自负，低估了这千年老妖的能力。你不是一直都在研究各色毒粉迷汁吗？怎么没发觉我渡于你口中的酒就有红花之味？本座原本打算给你个惊喜，让你看看这些天理教跳梁小丑的表演，却不想你竟然也给本座准备了一出有趣的折子戏。师父当徒儿在采阴于亲便是。宴会并未结束，请各位大人回位子上坐好。来人，重新端上美酒佳肴，可不要被那些不识趣的小虫扫了咱们的兴。好好伺候大人们。是。
多么美丽的歌舞啊！本座敬众卿一杯。千岁爷英明。师父，你想以死震慑那些背着你做小动作、勾搭天理教的朝臣，何苦拖上我这种无辜的路人甲？我的墨儿可真聪明，只是容易聪明反被聪明误，可不要以为为师宠着你，就可以肆意妄为了。一个小小的吃梨果算什么？别说本座不放在眼里，就算本座不能碰你，也有千种法子与你共享极乐之事。你可想试试？师父，是徒儿错了呢。你有什么吩咐，徒儿自管去做，再也不敢违背您了。总有一日，我一定会把百里清这张漂亮的脸蛋揍得他娘都不认识他是哪根葱。很好，为师召你来，便是有事吩咐你去做。这些日子你和你父亲的关系似乎不太好，别跟你家老头子闹僵了。我要你成为他最信任的人。师父，若金国公府出了什么通敌叛国，或者其他要满门抄斩的事，恐怕墨儿也未必能再为您效劳了。放心，晋国公是国之公公，这北境大门还要靠他给朝廷守着。本座不会自毁长城，为师只是想要他身上的一件东西而已。是，墨儿明白了，这是百里清第一次吩咐我做事。百里清无法靠自己从晋国公身上拿到的东西，到底是什么？我一定要弄明白。百里清休想永远将我当成傀儡。滚开！不要碰我！滚开！滚开！仙儿，你别怕，是母亲啊，你乖乖吃药好不好？咱们吃了药就会好了。别过来！你们滚开！夫人，让奴婢来喂吧。尚书府那边又差人来问了，您要不回个消息？如今仙儿疯疯癫癫的，我也没心思应付那个小贱人。既然哥哥觉得如此甚好，就这么做吧。反正魏儿也曾喜欢那小贱人，便让他先将西凉墨娶过门再说。如此，不但能折磨那小蹄子，还能逼迫蓝氏那个贱人交出他们找了20多年的东西。若哥哥能得到那东西，韩家便不用再畏惧皇后了。但是，我要西凉墨那贱人嫁过去之后，生不如死。还是夫人想得周到，奴婢这就派人去回消息。今日家宴，韩魏也被请过来了。你确定这消息是真的？是真的，小姐，该不会真的是像我们之前探出的消息说的那样，韩氏想把你嫁去韩家？是不是都没什么好怕的？韩氏想像过去一样摆布本郡主的婚事，哼，痴心妄想。父亲、二娘，墨儿来迟了些。表妹，许久不见了。过去姑母不同意我们的婚事，可现在我们终于能在一起了。韩公子，墨儿，什么韩公子？墨儿以前不是韩表哥的吗？都是自家人，怎么一段日子不见就生分了？过去是墨儿年纪小，不懂事，男女7岁不同席，孔夫子也云男女授受不亲，墨儿不敢违背圣人之训。猖狂什么？等你嫁去韩家，看我怎么折磨你！夫君，您看今日之事如何？慧儿你是知道的，他是长房嫡子，性子温良，今年春闱又中了进士，如今已经是翰林院的7品编修，墨儿嫁过去不会委屈的。
此婚事由姐姐去向陛下请旨，陛下一定会同意的。你是真心为墨儿打算的吗？夫君，我也不瞒你了，我现在只想2个女儿好好的，不想再和墨儿争斗了。与其继续闹下去，不如让墨姐儿尽快嫁出去，我才好继续为仙儿和丹儿做打算。他们如今处境如此艰难，实在是耽搁不起了。难为你想得开呀。罢了，这婚事确实也不委屈墨儿，为夫便上个折子为他们请婚吧。夫君，谢谢你。大小姐，您真的要嫁给韩魏公子吗？他们明明就是不安好心，只怕小姐嫁过去，身家性命都有忧虑呢。我可是记得几个月前还有人说韩公子可是良配呢。姚少爷当然没有什么坏心眼儿，可架不住他有这个姑姑，更何况他还是韩家的人。是，原本以他温良的性子，嫁过去了是可以拿捏得住，奈何他是韩家人。我并不妄想能嫁得荣华富贵，也不指望琴瑟和鸣，更别说什么但求一心人了。我需要的是一个可以被我控制在手里，不会干涉也无力我作为的夫君。哼哼，说白了，大小姐你就是要找一个钱多人傻的呗。谁让你这么聪明的？我年岁也到了，又是家中长女，婚事已经避不了。与其被他们逼着嫁给无法掌控的人，还不如自己主动出击。这段时间布的局也差不多该收尾了。郡主，难道你属意的人是？嫁给9000岁，9000岁，9000岁。小白，我想要鸟毛做红女首饰很久了，不如拔光你的毛来做怎么样啊？居然诅咒我嫁给那个变态！知错啦，知错啦！哼！嫔妾拜见陛下，拜见皇后娘娘。爱妃起来吧，今儿怎么过来了？可是又看上了什么想要的东西？陛下，你就喜欢取笑人家，人家才没有这么贪心。今儿啊，可是有正事来的。妹妹最是可人，怎么会贪心呢？今儿是有什么正事？哼，这个狐妹子！嫔妾今日是为侄儿请婚一事而来。我家魏儿与真敏郡主青梅竹马，情谊非同寻常。我们2家人啊，都有心成全他们呢。可巧了，皇后近日也与朕商议太子良娣人选之事。之前皇后也颇为中意真敏郡主。不过听着，这郡主心似乎另有所属啊。臣妾曾经确实是主意真敏，只是太子良娣须得贤良淑德。兰陵这女儿果然和她娘一样狐媚。这位郡主情思早动，未免轻浮了一些。如何能匹配太子之尊，配妹妹娘家侄儿倒是合适。皇后娘娘，皇后这老女人，竟敢羞辱魏儿！哟，今儿是什么好日子？2位娘娘都在陛下这里，远远的微臣就听见欢声笑语了。爱卿怎么来了？可是周真人的金猪龙虎丹炼成了？是。周真人说他正在着火做法，忽闻周遭异香阵阵，托陛下洪福，这经过99日炼烧的金猪龙虎丹炼成了。
好，好，好！果然，朕斋戒沐浴9日，终于得了上清宫老君垂怜，赐来丹药。百里清这妖人，引诱着陛下去修什么仙，弄得陛下身子日渐虚弱，朝政也全交由他代理。这些药也不知道是什么鬼东西。陛下，这药是否……皇后娘娘，这丹药乃纯阳火丹，只得一粒，只能供给陛下服用。娘娘纯阴凤体，恐怕不宜服用。皇后不必担心，若他日朕飞升成仙，必定前来接走皇后就是了。不知方才陛下与娘娘们正在说什么喜事，微臣可有幸一听？是晋国公家的真敏郡主，爱妃想为他和自家的侄子请婚，听闻那2个孩子青梅竹马，最是情投意合呀。那还真巧，这位真敏郡主，可是咱们故人之女呀。陛下不记得了吧？真敏郡主是当年的黄翼将军蓝氏所出。前些日子进宫时，微臣看那位小郡主，真是出落得越发萧似男女。是林姐姐的女儿吗？是啊，那位小郡主倒是个妙人儿，容貌萧似蓝大夫人，性子却差得颇远。陛下不如招她进宫来叙叙旧呢？好，改日选这位真敏郡主进宫来，好好见一见。大小姐是冷着了吗？今日风有些大，不如回去吧。没事，只是鼻子有点痒而已。今日要遇的人还没遇到呢，难得这桂花开了，再多走一会儿吧。总觉得是有人在算计着我，该不会又是那老妖怪给我挖了什么坑吧？大小姐，您确定要这么做吗？奴婢总觉得不妥。小王爷他确实可能喜欢你，但那几分浅薄的喜欢根本护不住您啊。他若真心喜欢您，就不会和西凉丹定亲。若不是我们破坏了文定之宴，他们早已是未婚夫妻。您被迫参加太子良娣甄选宴时，他就会阻止您。我知道，司流风是喜欢我，但那一点喜欢不足以让他放弃自己的前程。婚姻只有建立在双方有对等的利用价值上，才有存在的意义。所以我才费力扫平我与他之间的障碍。我必须让自己更有价值，才有资格与他成为互相利用的关系。至于情爱，在生存面前，又算得了什么？可是那样的婚姻，对您而言，并没有幸福呀。郡主来了。小王爷，你怎么会在此？京城此处的桂花开得最好，本王闲暇时都会来这里散心。不想今日竟然能遇见郡主，实在是本王之幸。木儿不是小王爷常来这里，是木儿惊扰了。今日木儿就先回去了。等等，木儿，我已经都听说了，皇后娘娘并不意让你成为太子良娣，你为何还要这样避开我？小王爷，男女授受不亲。木儿虽落选太子良娣，但二娘已经安排我家与韩魏表哥了。待日后大婚，再请小王爷喝一杯喜酒吧。你真的满意这一门婚事吗？木儿如今贵为郡主，身份尊贵。当初我不能得罪太子和皇后，不得不放弃木儿。但韩魏那样的草包，凭什么和我争？都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木儿没有什么满意不满意的，不过是命罢了。木儿，你若信我，我不会让你受委屈的。我和西凉丹的文定之宴，并未曾完成。算起来，晋国公府还欠我一个妻子，不是吗？小王爷，您已经与四妹妹定亲，
墨儿会当做从未听您说这样的话。墨儿先走了。竟然看上了司流风那样的男人吗？这丫头还真是没眼光啊！她以为司流风会因为喜欢这种肤浅的理由，真心想娶她吗？天真！枉费我还费了点心思，打算借皇上的手替她推掉韩家的婚事，她居然和司流风那只虫子那么亲近。督公，要不要让何嬷嬷阻止？司流风的目标怕是也在那东西上面，娶郡主也只是利用而已。为什么要阻止？就看看那丫头是否能如愿以偿吧。一切都是她自己的选择而已。督公，你这样只会助孤生啊！风儿，你说什么？你不愿娶西凉丹？母亲知道，娶西凉丹那样德性有亏的女子委屈了你，但是西凉丹背后有晋国公府，你父亲战死在沙场后，德王府日渐衰微，我们必须以联姻来重振德王府。德王妃原为王府侧妃，是原先王妃庶出的妹妹，感情甚笃。姐妹二人同时嫁给了德王爷，而后侧妃和先王妃先后怀孕，侧妃生下一女儿。母亲，孩儿没有打算退掉婚事，但国公府与我王府联姻，未曾指明一定要与四小姐联姻，不是吗？你是说，母亲不觉得晋国公府上的大小姐真敏郡主西凉墨与儿子更匹配吗？真敏郡主身份高贵，对陛下有救驾之功，其名下墨香阁更是声名远扬，得宫中娘娘公主们喜爱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位郡主乃兰陵夫人所生，她身上或许有着那东西。韩夫人应该也是因此才想让她嫁入韩家。若真是如此，我们反而要抓紧行事了。好，风儿，一切放心，母亲必定如你所愿。那就多谢母亲了。娘，你有没有听我说话？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和小王爷完婚？德王府迟迟不表态，外面的人都在嘲笑我们，说德王府要退婚，你就不能管管吗？丹儿，你就不能让母亲安静一点吗？你姐姐好不容易才睡着的。姐姐，你们就知道姐姐，却不想想姐姐已经不中用了。外头虽然不敢明说姐姐失踪的事儿，但多少风言风语都传了出来，她好了也是个废人。你住嘴！我教过你多少次，姐妹齐心，其利断金。你姐姐变成这样，你不寻思如何助她，满脑子只想嫁人，你可还有羞耻之心？母亲，你打我！以前姐姐样样比我出色，你和祖母父亲全都偏心姐姐就算了，现在姐姐已经没有用了，你还为了她打我！你这般偏心，姐姐一辈子好不了，那也是你的报应。这就是你教出来骄横跋扈的女儿，怪不得德王府要退婚。什么？他们想要退婚？丹儿不过是身患小疾，他们不想要名声了吗？这是在打我们国公府的脸！夫君，我们绝不能容忍，就算联合御史告到金銮殿上，也要请皇上和贵妃娘娘为我们做主。你还嫌给我丢脸丢得不够吗？就算丹姐儿不嫁过去，墨姐儿却还是要嫁人的。夫君，你说什么？今日德王妃就联姻一事提出了异议，为夫自然是不同意他们退婚的。最后他们提出个折中的办法，便是让墨儿代替丹儿嫁过去。等丹儿的事风头过后，我们再为她另外选一门好亲事。你疯了！
丹儿才是正经上了族谱的嫡女，你怎么让兰氏那贱人生的野种骑在丹儿头上？你给我闭嘴！我最后说一次，兰陵才是朝廷亲封的镇国夫人，你别忘了自己的身份。再说了，若不是你养的好女儿做出丑事，本宫何至于被人威胁退婚？你若有本事能让德王府改变主意，便只管去。小姐，听说西凉丹也知道了这个消息，但他却没有像平时一样大闹，只是把自己关了起来，至今没有出门过。丫鬟们都道西凉丹是伤心过头了才性子大变，但奴婢总觉得此事不对劲。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从今天起，让院子里的人如非必要，都不要随意出岁玉阁。是，白玉明白。白玉，为我梳妆。从今日起，我要每天亲自给国公爷送补品。但凡我出门，安排几个粗壮的婆子明面上好好跟着。西凉丹这么想报复我，当姐姐的怎么能不成全她这恶毒的心思呢？郡主，国公爷今日有事。宁先生，墨儿只是过来送些自制的花茶而已，并不打算进去叨扰父亲。麻烦您将这些东西送进去吧。自从我成为郡主后，靖国公就开始提防我，让我不必再每天亲自送茶过来，要让他卸下心防，不能急在一时，替我谢过父亲，到底还记得我。国公爷，这是郡主方才亲自送来的茶，郡主要属下传一句话，说是谢过父亲，到底还记得他。啊，父亲！我知道墨儿心中有怨的，即使他嘴上从来不说，可他从来不曾唤过我一声父亲。可如今，他以为是我推掉了他与韩魏的婚事，让他嫁给司留风，因此对我感激吗？可他并不知道，这是德王府半逼迫之下不得已为之。这个傻孩子，大概以为是我为了他提出更换成婚对象的吧。哎，帮我斟茶吧。是。宁先生，今日我给父亲做了点心，麻烦你。国公爷吩咐让郡主今日进来。父亲，秋冬日子干燥，这是滇南送来的顶级红茶，加入红枣枸杞，最是养气血的。还是这般倔强，这样的表情，真是像极了当初的兰陵。无论怎么说，墨儿总归是我和兰陵的女儿。你替为父磨墨吧，今日若有兴趣，便留下来陪为父作画吧。是。让你每日回去后练字2个时辰。你昨儿又偷懒了吧？啊，我写字实在是没有天赋，能认的字就差不多了吧。烂丫头，净找借口偷懒。大姐姐可以进去，我就不可以。父亲何时如此偏心了？滚开！安儿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说了你多少次？你看看你还有没有大家闺秀的样子？父亲，当然这些日子心情不好，言语上才会冲撞了些。无论如何，这婚约一事，是我对不起她。妹妹已经怨了我，总不该让她也迁怒于父亲。哼，大姐姐可真是会说话，难怪父亲会这般喜爱你。论这拍马溜须的本事，谁能及姐姐？妹妹说笑了，今日难得妹妹前来，也尝尝姐姐做的点心吧。去死吧，贱人！救命！父亲，快躲开！西凉丹，你疯了吧？父亲！
你手上有毒。四妹妹，你可以杀我，可你怎么能向父亲动手？他从小到大有多疼你，你如何忍心啊？你这惺惺作态的贱人，刚刚明明是你故意的。父亲居然偏心你这种装腔作势的贱人，真是瞎了眼睛！住口！你这个逆女！宁安，叫陈俊义过来。君爷，发生了什么事？还有，把四小姐关进柴房，有我的吩咐，谁也不准放她出来。为了晋国公府的名声，晋国公压下了西凉丹刺杀亲姐和父亲一事，但他却对西凉丹彻底失望了。西凉丹被关在柴房里饿了3天，而后被晋国公下令送去郊外的庄子，没有他的允许，再也不许恢复。韩氏跪倒把头都磕破了，也没能让晋国公收回成命。与此同时，墨儿与四流风的婚期也定了下来。西凉本家的人听闻后，竟提出要开宗祠，将西凉墨之名纳入宗谱，让其成为名正言顺的嫡女。还是小姐您深谋远虑，算准了四小姐的消沉只是伪装。我们平日足不出户，连进出晋国公书房的路上，您都带了好些婆子。四小姐能动手的机会，只剩下书房。这下四小姐是彻底废了，被送去那落魄庄子，也不知何时才能回来，更别说嫁人了。我记得是黎三太太在负责此事吧？默默帮我转告她，去庄子是为了修身养性，而不是享福游乐。让她好好的搓磨一下四妹的性子，免得以后真闯出大祸来。老奴知道该怎么做，四小姐如今已不足为惧。只是，大小姐，您想好如何应对西凉本家了吗？您上次火烧本家，他们却突然这么好心要纳您的名字进宗谱，实在是让人不得不防啊。嬷嬷不用担心，墨儿自有分寸。若有人心怀鬼胎，墨儿自会送他们一程。嬷嬷，我母亲与外祖兰家的事，你能告诉我吗？大小姐怎么想起问这个？因为夫人不肯出来参加小姐踪迹之事吗？她只是不问世事多年，您不要介怀。嬷嬷若不想说，我也有别的办法可以知道。想必9000岁那里有很多能探听消息的渠道。大小姐，当年发生的事，老奴也不甚清楚。兰陵小姐的父亲是蓝兵大元帅，当年与元帅夫人恩爱非常，安阳公主想嫁给元帅当平妻，也被元帅婉拒。公主嫉妒之下，在夫人生产时动了手脚，令她难产而死。元帅悲愤不已，抱着刚出生的兰陵小姐要撞死在御书房前。先帝愧对侯爷，便将安阳公主嫁到犬戎和亲，又将小姐加封为公主，允她自由出入宫禁，皇后亲自抚养，荣宠之极。小姐没有生母约束，性子活泼，自小便女扮男装，跟随元帅出入战场，还屡屡立下战功，被先帝封为黄翼将军。后来，小姐便在战场上遇到了西凉无言，两人并肩作战，定下了终生。小姐深爱西凉无言，竟同意了西凉本家要求她放弃军职，免去公主封号，卸甲归家的要求，与西凉无言成亲。几年后，新帝登基，小姐一直没有孩子，西凉本家便将韩氏嫁过来做贵妾。蓝兵元帅病重逝世，韩家还请来了新帝圣旨，
没落的兰家根本无法阻止此事。兰陵小姐伤心之下，才发现怀了大小姐您，便在生下您后遁入空门了。所以，这就是一个放弃一切却被负心男人伤了心的蠢女人，从此恨上男人，连自己女儿都恨上的故事吗？真可笑啊！兰陵这种看不清自己处境、自怨自艾的蠢女人，怎么配做我的母亲？小姐，夫人，她只是识人不清，她始终是你的母亲。那时候，她也不过才刚及笄而已。墨儿现在不也是吗？兰陵身在皇家，有疼爱自己手握重兵的父亲，还是先皇后的养女。可她却只看见了繁花如锦，看不见下面的烈火烹油，把这人上人的日子过得一塌糊涂，还连累无辜的女儿活得猪狗不如。啊，母亲，哼！我没有靠她，更没有靠着西凉家，同样能走到如今的天地。而西凉家今日也必须承认我是嫡女。可小姐，夫人也一直在默默保护您的，就连9000岁和您合作，也或许是因了。但愿以后你能理解夫人。在族长敬告天地文下，西凉墨正式登上了西凉家族谱，正了嫡女之名。大小姐万福。起吧，从今日起，我便是靖国公府真真正正的嫡长女了。太好了，等了这么多年，大小姐终于证明了。白眉姐姐，你们在天之灵看到了吗？墨儿，此行你做得很好，仪式也完成的差不多了，剩下的便是将族谱带回秋山家庙上供奉。为父刚收到军务，便不陪你过去了。宁安和一半的侍卫会护送你们，到时候你还可以在秋山休养，那里的温泉疗养效果极好。父亲若是忙，便尽管去，国家大事要紧。还真是巧，秋山毕竟是深山，人烟稀少，这个时候靖国公却被引开了。哼，不过也好，他走了，我才正好去见那个麻烦的老妖怪。要处理掉西凉本家，总该制造一个让百里清不得不出手帮忙的理由。怎么拉车的？如此不稳，让风灌进来，凉着了千岁爷，小心你们的狗头！罢了，说不定是本座那爱徒在惦记着本座呢。那丫头今夜还约了本座在秋山见面，指不定现在已经迫不及待地等着了。本座总是这般让人念念不忘。不，估计郡主惦记的是怎么算计您呢。您微感风寒，秋山温泉疗养是最好不过了，还可以顺道见见郡主。郡主说不定是有要事想跟您商量呢。要事？那小狐狸能有什么要事？无非是怕我不同意他的婚事，找司留风那崽子的麻烦呢。忘恩负义的丫头，迟早有她苦头吃。算了，再慢点。本座这柔弱的身子可颠簸不得。是。太子爷，就是此处。今日探子回报，常有天理教贼子异动，我们怀疑此处是他们的窝藏据点。所有人更衣，留50人把守住这些进出山的小道。通知5城兵马司经赵引，莫要放走一个人，其他人随我小心潜入。太子爷，请让属下们前去探查。您是千金之躯，若有什么损伤，属下如何向皇后娘娘和太子太傅交代啊？本太子决定的事，没有人能驳回。
道你也要威胁本太子吗？给本太子听令，潜入！在这温泉净身后，将族谱带入到家庙供奉就结束了。说几天可把您累坏了，奴婢看着都心疼。你们去休息吧，这几日也辛苦你们了。好了，总算是睡着了。可惜了，如此冰清玉洁的佳人，竟然马上要在那些大老粗的手里受尽凌辱，零落成泥。不过死于水中，也算是洗涤一身污垢了。是吗？那莫尔是不是还要感激堂兄你的好心？你没中蒙汗药，怎么可能？你明明喝了我们备下的茶，你怎么会？鲁班门前弄大斧，在韭菜下药这些招数，都是本郡主用烂的，竟然也好意思拿来献丑，如何？可喜欢本郡主的蒙汗温泉迷烟？你早知道我们会来。于老太婆那锱铢必较的下作玩意儿，会那么好心给我开祠堂？只是没想到呢，西凉本家居然勾结了天理教，这可真是天大的消息呀！大小姐，外面的人都被我们解决了。你们来的正好，换上天理教的衣服。秋山颇大，天理教肯定不止这些人，先做些准备。居然要换这些臭男人的衣裳，都不知道他们有几天没洗澡了。少抱怨。妹五、妹六、妹七，把药都给这些人服用上。收到。你要做什么？哼哼。呀哈！我将这药物稍稍做了改进，能让人更加迷失神智，气血翻腾，凶暴异常。等你们恢复了些力气，虽还不足以逃脱，但要做某些事情却是足够了。既然你们这么喜欢玷污无辜女子，那便自己试一下。这死法多适合你们啊！秋山外肯定还藏着很多天理教徒，与其冒险出去，还是在这里潜伏更为安全。况且，百里清应该也快到了。禀报郡主，一共16人，全部毙命，属下们斩杀14人。很好，派人出去外面埋伏，等天理教的人进来后，就立刻放火，引起混乱。有人来了，都藏好了。主子，城主，我马上去给您找药。我没事，这寺庙不对劲，里面居然一个人都没有，别掉以轻心了。可恶，没想到秋山里有这么多天理教徒，要不是一时轻敌，本太子怎么会几乎全军覆没，沦落至此？万幸还有精英安卫门护着，才能逃到这里。这些人是天理教徒，房间太黑了，看不清他们的脸。谁在那儿？房间里有其他人的气息。美琪，保护白蕊。是。这些人不是普通的天理教徒，人数太多了，凭妹武他们几个还要保护白蕊、白玉，不是他们的对手。妹六、妹七，立刻把白蕊他们带走，否则我就死在这里。百里清给妹六、妹七下的死令是优先保护我，至于其他侍女都可以牺牲。我只能以性命威胁，给他们保护白蕊和白玉了。是。小姐，滚出来！好强的内力，正面打根本没有胜算。看我百蛇千诛毒粉！滚吧，白痴！你这卑鄙的天理教徒！跟着本太子一起下地狱好了，能陪着本太子也是你的福气。郡主，找不到就再去找，否则
便提头来见本座就是了。是。督公不必气怒，这伤着了身子可不好。郡主如此聪明，必定吉人自有天相。督公刚接到影部来报，秋山之上有天力教徒出没的消息，便加急赶来。谁知一到了这里，却传来郡主失踪的消息，连派出去的媚武等人都失去了联系。谁说本座是在担心那个臭丫头啊？不过是本座的一颗棋子，玩物罢了。但天理教的人盘踞了秋山作为据点，司礼监居然毫无察觉，还被那群贼子弄出这样的事来。你是怎么看着司礼监这群废物的？简直丢尽本座的脸啊！属下知罪。本座的人，只有本座能碰，本座能杀。他人便是觊觎一眼，都得把眼珠子弯下来。还有一件事，刚刚传来了消息，太子也在追捕这些天理教余党，而且还失踪了。那便命影部的人查找那丫头的同时，也顺便查一下司城前那蠢货去了哪里。哼，他的命暂时还有用。都是千岁爷的徒弟，待遇真是两极分化严重啊！这是哪里？好痛！没想到这样还能活下来，也不知道有没有脑震荡。那个傻大个还活着，叫本姑娘陪你去死，也不看看自己是谁，自个儿滚下地狱去吧！去死！去死！太子，怎么会是他？真的是太子。昨晚屋里没有光，我完全没有看清他的脸，该怎么办？杀了他是最简单的方法，万一他醒来发现是我将他推下悬崖，要治我的罪就麻烦了。但昨晚他应该也没有看清我，否则早就喊出我的名字了。救下他，或许就能多一个有力的筹码。算了，富贵险中求，救就救吧。说不定哪天百里青天大妖孽倒台了，救太子的恩情还能成为我的底牌。行了，太子爷，我也只能做这么多了。能包扎的我都包扎了，身上剩下的药也全都便宜你了。若是你自己挺不住，有什么三长两短，可怪不得我。我自己都伤成这样，还要照顾着一个麻烦精，我这是造的什么孽啊！还是赶紧睡吧。算你狠！这混账，不是要喝水吗？又出什么风啊？渴死你算了，药也不用吃了。算我欠你的，看在你被我当了肉垫的份上，我就牺牲些了。这桩买卖要值回票才好。你搞什么？刚刚不是死都紧闭嘴吗？这是发什么疯啊？凝血，
居然把我当成了太平大长公主。哼，看来你也没有你表现出来的那么讨厌公主嘛。对司承前而言，对控制着他、杀死了他众多妻妾，却又多年来无条件为他巩固储君之位的太平公主，到底是爱多一些，还是恨多一些？这真是耐人寻味的问题呀。是他，真命郡主。昨晚不是宁心，是西凉墨为我包扎，一口毒药救我。可为什么他会穿着天理教的衣服？我记得自己昨晚似乎是被一个天理教的小头目推下来的。西凉墨已经落选了2地甄选宴，却为了我一个女子这般牺牲自己的贞操，果真还是心仪于我吗？罢了，看在你救了本太子的份上，本太子接纳你便是了。还是再睡一会儿吧。他的身上好柔软清凉，反正他迟早也是要与我同床共枕的。如今抱过来让我缓解一下高热，也没什么吧。太子殿下，您这是做什么？混蛋，竟然还敢占本姑娘便宜！对不起，我实在是被吓到了，一时失了分寸。太子殿下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本太子一时睡迷糊，唐突郡主了。郡主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此事说来话长。墨儿来本家家庙祭祀，却遇上天理教作乱。我和丫鬟们换了天理教徒的衣服想逃跑，没想到被发现了。最后，我被一个蠢匪如主的大恶人逼落了山崖。没想到，墨儿醒来就遇到了太子殿下。殿下您生命垂危，墨儿便只好为您包扎伤口，彻夜照顾您。上天保佑，您总算醒来了。多谢郡主相救之恩。为什么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呢？我昨晚迷迷糊糊，似乎还被人暴打了一顿。难道是我做梦？殿下，此处不宜久留。您行动不便，墨儿来扶您吧。我们得尽快离开这里才是。北边也清理干净了。这么说，只剩下最陡峭的南崖下了。整片秋山的天理教徒几乎都被督公下令诛杀了。现在的秋山只怕是血流成河了。可郡主却仍然没有半点消息。禀告督公，妹部已经找到了妹六妹七，还有2名郡主贴身侍女，以及1名嬷嬷。让妹六妹七回去后，去司刑狱自领刑罚。是。小莲子，若是2个时辰内还是找不到人，你就跟妹六妹七一样吧。属下已经加派人手往南边去了，请督公放心。这不是您送给郡主的鹦鹉吗？啊！鹦鹉你个头！老子是凤凰和苍鹰所生的神鸟，愚蠢的人类还不跟着本神鸟走？起驾，跟着这只肥鸟去吧，它似乎有那么点意思呢。你才肥鸟，你全家都肥鸟！你这是对本座不满？算了，好鸟不跟宦官斗。爽！居然能碰见温泉，真是太幸运了。真敏，你放心，虽然母后不同意，但是本宫……
把太子扔回京城，所有人都给本座滚出去！是那个妖孽的声音。衣服哪儿去了？乖徒儿，你是在找这个吗？妖孽，师父，您来了。怎么，见着为师就躲，却毫不介意与其他男子共浴？难道你不是男人吗？也对，你不算男人。师父，你做什么？为师也许久没有泡温泉了，此处景致甚好，不如就让徒儿你伺候为师。谁又惹这个魔头了？不行，我得赶紧逃，这妖孽状态不对。小圣子只是奉公公的命来送衣服，小圣子什么都没有看见。这股罡气，好，非常好，你为了躲为师，连脸都不要了。你发什么疯？发什么神经？想杀了我，也不必这样费功夫。想要弑师的人，不是你吗？这忘恩负义的小狐狸，竟然敢拿剑对准我！难道我要让自己深深的困死在水下吗？我没有真的想取你性命，你若不信，只管杀了我好了。谅你也不敢。百里清在替我疗伤，他居然帮我打通了任督二脉。为什么我不过是个棋子？为什么要牺牲10几年内力真元，帮我打开任督二脉？为师不过是看不得自己有如此愚蠢的徒弟，竟然连司承前那种蠢货都打不过，简直贻笑大方。明明还是讲着这么难听的话，但为何我却安心下来了？好像只要有他在，我便什么都不必担心。老天总是公平的，他给了百里清滔天权势、倾国容颜，也给了他残缺的身体，甚至扭曲残酷的心智和人格。原本我还怀疑他不是个真宦官，可现在我和他贴得这么近，但凡是个男人，都不可能这么冷静。可惜，若他真的是男人，怎么，你也拜倒在为师的容色之下了？可惜为师这般好颜色，却收了你这么个又丑又没心肝的东西当徒弟。我在想什么？可惜个屁呀！是师父，您倾国倾城，红颜祸水，该被供起来，让众生膜拜。为师问你，你怎么会和太子在一起，还弄出这样的场面来？比起我，师父应该更清楚太子为何会带人上山剿灭天理教的原因吧？我就是没想到西凉本家的人会和天理教勾结，才一时大意，误打误撞变成那种情况。看来西凉本家的人日子过得太悠闲了，居然对朝政之事如此感兴趣。本座还真是小看了他们。你真打算嫁给司流风那小子？师父有什么比他更好的人选吗？司流风是我手上目前最好的目标了。
你不愿意成为太子良弟，所以对太子可以毫不手软。那么司流风呢？如果有一天我要你杀了他，甚至灭掉德王府满门，你会怎么做？就算你可以毫不犹豫地奉命执行，若你怀上司流风的孩子了呢？德王府是朝中清流派的重要地主，威胁不到百里清，因此我才选择司流风。可如果有一天百里清容不下德王府，我可以拿自己的婚姻作为筹码算计丈夫，但我能将自己的孩子也算计在内吗？不会有孩子，我和司流风不会有孩子。如果不能得到纯粹的感情，甚至像来世一样牵连自己的孩子，那我宁愿不要孩子。很好，为师就是喜欢你这一点。你要记住了，对别人狠，对自己更狠，才能让你一往无前，无人能挡。但是，你要怎么避免他碰你呢？就算喝了避子药，也不能完全保证。何况避子药伤身，为师怎么舍得徒儿你如此伤害自己的身子呢？师父，您到底想怎样？很简单，不要让司流风碰你就是了。至于手段，为师自然有的是方法，你不必担心。师父的本事，徒儿当然相信。既然如此，为师的爱徒要成亲了，你说为师送你什么好呢？不用了，不劳您费心。别客气，为师是自愿的。可我不是自愿的。你给我喂了什么？对你有用的丹药，能活动气血，对练功甚有帮助。原本为师想独自享用，只是此刻爱徒在身边，自然是要分享了。不要抗拒它，慢慢来。小丫头，若是强行运气抗拒，小心走火入魔，一生不能习武。行了，别看了，让为师好好疼爱你吧。郡主，这是千岁爷特地送来的上好补品，刚炖好了，您趁热喝吧。替我感谢师父了，这么体贴徒儿。大小姐，我们回来了。回来就好，我还担心媚六和媚七保护不好你们。大小姐，求您替白蕊做主。白蕊被人污了清白，已经无脸面活下去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谁？难道是那群天理教徒？是媚七。你放开我！我要去救大小姐，不能把大小姐丢在那里。闭嘴！我们可能误闯进天理教的营地了。前面是敌营，后面还有追兵。若我一个人逃走，当然轻而易举。但是这个女人……没想到这一趟还能捞到几个晋国公府的丫鬟。叫你莫你，赶紧带他们回营地吧！啊！是天理教的人，没办法了。你做什么？
我还说是什么人藏在那里，原来是自家兄弟呀！不错嘛，那怎么不和我们分享一下吗？滚！这是我的，你敢碰一下试试？幸好刚刚在路上换了天理教教徒的衣服，才能蒙混过关。我剁了你们！呸！不就是个女人吗？走吧，走吧。总算走远了。我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我一定会杀了你！我无所谓，想要我死的人不差你一个。你若有怨恨，便尽管来杀我吧，我等着你。大小姐，我已经没有面目活下去了。等一下，事不至此。白蕊，美琪是为了救你才演这场戏，不是真的想玷污你。啊！可是我的贞洁……白蕊，女子是人，男子也是人，没有什么不同。这种压迫妇女的封建贞洁观念根本就不应该存在。没有什么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。你没有做错任何事，更不应该为此而负疚。我明白白蕊姑娘心中有怨，不过你不必动手。媚七和媚六此次任务失败，督公已经下令让他们进私刑狱受罚了，恐怕凶多吉少。即便能活着出来，恐怕也是半个残废了。受罚？可是媚六他们也只是听了大小姐的命令而已，就因为他们救了我们，便要受罚？媚部有媚部的规矩，他们是训练出来的死士，完成任务便是他们的生存意义。大小姐，求你向千岁爷求情吧！媚六一路为了保护我，已经受很重的伤了，白玉不能让恩人还因此而受刑。大小姐，我也求您了。您说的没错，凭媚七的身手，她完全可以独自逃跑。她是为了保护我才做那些事的。我虽然有怨，但也不能让她为我受刑而死。何嬷嬷，您听到了吧？白蕊和白玉都这么说了，当主子的又怎能无动于衷？此事追根究底是墨儿下的命令，请您替墨儿向千岁爷求个人情吧。墨姐姐果真是好颜色，这是千岁爷送过来的衣料吧？连贵妃娘娘都比不得姐姐这一身，难怪哥哥如此对你念念不忘。妹妹这话在闺阁里私下说说就罢了，听闻妹妹今日过来，特地带了宝物要与姐姐，我可是很期待呢。思涵玉特地过来，说是想提前见嫂嫂，谁知道她是打什么算盘呢？偏你是个贪财的，可别为了1两银子让人卖了还帮人数钱。若我真是个眼皮子浅的呢？妹妹须知，姐姐在府里的日子可比不得妹妹，有父母疼爱庇佑。哥哥在江南有几座别院和铺子，供姐姐一生吃喝不愁，穿金戴银。姐姐若真是个眼皮浅的，不如到那里去可好？哥哥看中的女子果真不同凡响，原来他早就看出我的来意了。是小王爷让你告诉我这番话的吧？这是在告诉我远离是非吗？哼，看来百里清给我送东西的事，还真是让不少人惦记上了。是我担心姐姐被别有用心的人蒙蔽了，哥哥的日子也只是面上光鲜罢了，10几年来也没几日是舒心的。难得哥哥如此倾心于姐姐，我只希望你们能过上舒心日子，莫要被小人戕害。父亲曾奉旨巡视边境东南大营，实际暗中查访粮草贪墨一案，途中却忽遭苗疆贼寇作乱而战死。可苗疆与我们一向太平，怎么可能有贼寇？那分明是伪装成贼寇的杀手。此案震惊朝野，司礼监按律命人查访，当时司礼监副座却草草杀了一批流民草寇，又以东南天气炎热，不宜保存尸体为由，将父亲尸身火化。哥哥恰巧被留在了相郡府玩耍，才逃过此劫。
却连父亲最后一面都没见上。司礼监副座，莫非正是如今的司礼监首座，锦衣卫都指挥使太子太傅9000岁？哥哥亲眼看着9000岁将父亲的尸身焚化，不管怎么求他，他都不让哥哥最后见上父亲一面。那些锦衣卫甚至将哥哥一脚踹了出去。那年哥哥不过是个幼童，稚子何辜？百里清和四流峰竟然有着杀父之仇，难怪百里清对我嫁给四流峰一事态度这么奇怪。这老狐狸是想用我来掣肘夺王府吗？既然妹妹坦诚告知我这些事，我也不隐瞒妹妹了。我确实受命为千岁爷制了不少胭脂，千岁爷因而才对我有些赏赐。姐姐身似飘萍，只能奉承他人，否则又如何能有活路？你也知我那嫡母嫡妹并非好相遇的。原来西凉墨不过是去巴结那些阉人，那些首饰只是赏赐之礼。既然如此，便不用担心了。姐姐，待出了这个门，你就是哥哥的人，哥哥必定能护你周全的。瞧，这是哥哥和我给姐姐送的宝物，这猫眼石的玫瑰金盘凤璎珞圈千金难得，最适合姐姐不过了。如此，便多谢妹妹了。好得很！没想到我还没进德王府的门，就先和自己的未来夫婿斗起心眼来了。大小姐，得小王爷这是……还能有什么意思？若没有他的授意，思涵玉会特地来试探我？难为他这般怀疑我与百里清的关系，还愿意娶我。谁知道我这位未来夫婿心里打的什么主意？罢了，白蕊，替我重新梳妆吧。今日是小别宴，还有其他人等着呢。姐姐这项圈真是精巧漂亮，巧夺天工，也就姐姐这般的好模样才配得上，嫩是让人心醉。大姐姐越发美丽高贵了，可是她还是对我冷冷淡淡的，不管我怎么讨好也不上心。明明几个姐妹里，如今只有我是真心仰慕她的。那是，大小姐自然是自容独一份的，我见犹怜的很，也不知是多少男儿的梦里人呢。这分明是在暗讽我们大小姐行止不端，穿得这么艳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她的别艳呢。许久不见三妹妹，妹妹倒是出落得愈发富贵美貌了。看来虞侯必定是极宠爱妹妹，瞧这通身的气派，也算不负妹妹当初如此仰慕虞侯，甚至私定终身，挣下这三品诰命夫人了。你个贱蹄子，胡诌些什么？虞侯夫人说话可要注意了。莫姐姐是公爵府的嫡长女，更是真敏郡主，未来的德小王妃。你怎么敢这般言出无状，辱骂长姐？那又如何？本夫人也是三品诰命。嫁给了虞侯后，我一度心如死灰，好不容易才振作起来，夺得那死老头的宠爱，抢回主母的家权，成了三品诰命夫人。原以为我终于可以把西凉墨踩在脚底，没想到这个贱人却还能下这么好的婚事，样样比我强。不如何？韩玉郡主请坐吧，这点小事不劳郡主出手。何嬷嬷，你怎么敢？西凉霜，你且记好了，当初你要死要活，是本郡主替你做了这个让你富贵一生的决定，你才有今日。本郡主能让你当上侯爷夫人，便也能让你沦落成泥。若你不乖觉些，西凉仙姐妹的下场，就是你的下场。本郡主可不希望下一次踩断的是你那漂亮的脖子。什么？这是四流峰与真敏郡主的请婚折子？不可能！真敏她已经是本宫的人了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你什么时候和这真敏有关系了？
难道你……不是的，孩儿与郡主在野外独处一夜，恐怕有损他的名声，所以本来打算身子复原后，再向母后禀明缘由，去靖国公府提亲。殿下，此事于您与郡主来说都并非好事，您往后切勿再提。毕竟德王府在朝中清流一派，颇有声誉，若因此影响了彼此的关系，恐怕不妥呀。本宫自然明白其中利害。我明明已经承诺过会娶她，前一刻她还在对我献殷勤，下一刻却又与其他男子谈婚论嫁，实在可恶。孩儿先退下了。这混账简直是乱来！他根本就不懂，那西凉墨有可能是他的。就算那姑娘与程前真是兄妹又如何？所有人都认为她是靖国公与兰陵的女儿，这就够了。依微臣看，与靖国公府联姻，说不定是好事啊。哥哥，难道还有谁能威胁程前的地位？我上半辈子都活在那贱人的阴影里，你还要我靠他女儿的庇应来稳固程前的地位吗？不，我绝不要成了太后，还要日日对着那张诛心的脸。把人都带上来吧。是，快走走。都是你这孽障！你怎么敢半夜闯进本家，还如此对待我们？你究竟想做什么？侄女不想做什么，只是想毁了西凉世家和要你们的命而已。你这个贱人，简直是大逆不道！难道这就是你父亲教你的礼教？如何，老太君可喜欢侄女儿这份礼？不过，比起你们这些对自己女儿都能下手的禽兽，侄女儿的礼或许还不够看的。你，果然是你杀了我儿子！哼，你说他们啊？本郡主请司礼监的人惩罚了他们，并亲手一把火将他们送下了地府。你竟然勾结了司礼监的阉人！你这狠毒的贱人！朕当着没有杀了你啊！让你这无耻的贱人回来叛祖翻上！听表哥是叔父心中最疼爱的孩子，所以叔父不惜勾结天理教，也要置我于死地。可那是千岁爷下旨要剿灭的教会，将本家送上覆灭之路的人，不正是你吗？不过呢，若是叔父能供出天理教的机密，协助9000岁破了此教，侄女可向千岁爷求情，从轻处理本家之罪，说不定日后振兴西凉本家的荣耀都落在叔父身上呢。投靠9000岁？对啊，有谁比9000岁更权倾朝野？如果真的能投靠9000岁，以后还不是任我呼风唤雨？至于西凉墨的诫命，以后再去也行。好，父亲，为什么这个贱人杀了我的小嗣？我绝对不会输给这个贱人！你也不许低头！我于氏的儿子只能站着生，绝不会跪着死！父亲，你从前一里就只有小嗣，我是为了西凉家。于是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什么主意。他们都以为供出天理教后，你就能给他们荣华富贵，但其实你根本不打算让我们活命。果然姜还是老的辣，一眼就看出了我的打算。既然老太太不喜欢这种玩法，那我们换一个如何？不管用什么方法，只要能让于老太君开口，本郡主就饶他一命，并向9000岁举荐。若是半个时辰后
本郡主得不到想要的答案，你们便一起下地狱吧。你好狠毒，竟然逼使自己的亲人手足相残！西凉世家手足相残的事还少吗？也不在乎多这么一出。老太君，您就说了吧。母亲，你不能只为了死掉的四弟而活，我也是你亲生的呀，难道你要连我也牺牲掉吗？你们还有西凉家男人的骨气吗？枉费我筹谋多年，为了你们这些西凉家的根，连自己的女儿都牺牲了，你们就这么没种吗？少废话！要死，不要拖着我们下水！臭婆娘，现在还想让我们陪葬？你给老子说呀，说呀！老子还不想死！于老太君，被自己骨肉伤害的滋味如何？一定非常奇妙又有趣吧？贱人！你这个贱人！罢了，看样子你们也问不出什么。明日是本郡主的大喜之日，今日就由本郡主来送你们上路好了。我给你们一个机会，你们之中只能活下来一个人，但前提是杀了其他人。这是郡主给你们最后的机会，你们可要好好珍惜了。你竟然如此残害我的子孙！我杀了你！我杀了你！好好伺候于老太君，别让他老人家去得这么容易。这场好戏才刚开始呢。我不要死！住手！住手！住手啊！小姐，西凉家的女眷如何处置？暂时不必动他们。西凉家没了男子，便没有了根。至于师傅那里，我自会去交代。赵夫人已经在我的示意下离开了西凉家。想来西凉家待她并不好，她甚至没打算为她的丈夫求情。是。已经是丑时了，本郡主回去歇息了。剩下的事就交给你们了。我大概是第一个在大婚前夜手染猩红的新娘吧。也不知若司流风看到我这面目，还敢与我同床共枕吗？小姐，你一定要幸福。嬷嬷，我一定会把日子过得舒心惬意的。幸福，这是一场一开始就目的不纯的婚姻。我和司流风不过是各取所需，又怎么会有幸福呢？此生我定不负你。小王爷，默儿信你。可累死我了。司流风估摸着还要被灌好一会儿酒才能进来，快趁现在把我的糕点端上来。燕窝汤早就备下，白蕊已经去给您端来了。您别吃太撑，被发现了。哪有新娘子自己掀盖头吃东西的？知道了。白蕊，快回来吧。古代就是规矩多。美姬，你突然把我拉进这房间里做什么？快放开我！那日，督公让我们领罚，是你向郡主求了情，让督公放了我的是吗？我听郡主说，那刑罚很恐怖。你救了我一命，我自然不会看着你去送死。
你也不必谢我。至于那些事，就算了。算了，那就是你不打算杀我了。杀你？我怎么杀你啊？我打得过你吗？我帮你求了情，你道谢都没半句，现在还来嘲笑我。哦，你现在是要我谢你吗？不用，你自己留着吧。你干嘛呀？有病吗？我还要给小姐送汤，你新人就是这样拦着人的吗？还有没有诚意啊？我想，也是该给你个承诺的。如何？这个承诺够了吗？无耻！你这是怎么了？难道我没有表现出足够的诚意吗？你喜欢什么样的方式啊？你欺负我！我要告诉大小姐去，让她叫9000岁扒了你的皮！我不是欺负你啊，我只是想娶你而已啊！什么？你要娶我？对啊，何嬷嬷说，你与洪秀昭的姑娘不一样。我想了许久，觉得最好的戏礼就是娶你。啊，至于钱，你不用担心。我嫁给谁，也不嫁给你这个无耻的当徒子！好饱啊。白蕊这丫头到底去哪儿了？啊，肯定是军马爷来了！你赶紧出去迎接小王爷。是。紫色的衣服，这花里胡哨的颜色。来的人是为师，惊不惊喜？今日难得颜色极好，难道真是因为嫁人的缘故吗？师父，今日是我的大婚之日，若被四流峰回来撞见，我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怎么，你很想他来吗？他今夜是来不了了，这会儿估计不知道和其他女人在哪儿呢。师父是什么意思？本来为师也不愿伤你的心，但既然你想知道嘛，那为师带你看一出好戏吧。小王爷，王爷，人家真的好喜欢你，你会一辈子对人家好吗？傻丫头，我这么多年待你还不够好吗？你这位夫君还真是容易动摇啊！本座不过是让人诱导了一下他那通房丫头，然后给他用了点香药，他便这么急不可耐了。墨儿可是伤心了？伤心？我有何可伤心的？我和四流峰本就是各取所需，他想三妻四妾也罢，想寻花问柳也好，只要不欺到我的头上，我都不会干涉。对，我很清楚，若我没有利用价值，四流峰也不可能娶我。只是没想到新婚之夜，他就这样打我的脸，让我沦为所有人的笑话。哼，罢了。回去吧。多谢师父送墨儿回来，夜深了，请师父回去安寝吧。怎么，你这就赶为师走了？忘记为师今夜来做什么了？今天是我和司流峰的大婚之日，可不是和师父你。再说了，你行吗？看来徒儿是忘了野外温泉那日了。
家伙，明明那天是他给我喂了那药。是人便有欲望，爱我所爱，恨我所恨。魔挡杀魔，佛挡杀佛，尽我所欲也，有何不可？师父鲜花着锦，倒是活得惬意自在。只是人生有起有落，您从不留余地，只怕哪日从高峰跌落，便要受尽寒风千刀万剐之祸。荣华富贵如云烟，倾国佳色不过红粉骷髅。这世间能取本座性命的，又有几人？天下事事皆棋局，纵然千刀万剐又如何？若本座身死，这黄泉路上大概有无数亡者在恭迎，又或是让苍生陪葬。哼，倒也是一件痛快事。百里清是因为已经站在权力巅峰，这才无所畏惧，还是生无可恋，所以才游戏人生？今儿可是丫头你的新婚夜，咱们何必讨论这些无趣的缠理折机呢？师父，我不是你养的宠物，你能不能稍微尊重我一点？你当然不是宠物，你是为师的爱徒，所以为师宠你，疼你，教你武功，为你善后。但你也别忘了，本座从来不做没有好处的事。还是说你来找本座定下交易的时候，便以为本座会让你予取予求？能不能不要用这种方式？为师从不喜欢在这方面强迫人，若你不愿，为师自然不勉强。替为师更衣吧。是，从一开始，百里清就已经洞悉了我的伎俩，只是兴致好，陪我玩而已。如今他终于要索取报酬，这很公平。这一场交易，我已经得到了我想要的，可却没能为百里清提供相应的东西。既然他想要，便是给出去又如何？自我重活一世起，不是已经决定了吗？只要能复仇，我什么都可以舍弃。别走，师父，墨儿愿意。为师知道你不甘心，但是你要记住，在你有能力取代为师，杀了为师之前，你不属于你自己，不属于任何人，你是属于我的。原来百里清一直都知道我对他的憎恨、不甘、愤怒以及杀意。是，徒儿必不会让师父失望。罢了，今夜就饶过你了。很快，你就会完全属于本座了。没想到我的新婚之夜竟如此精彩。郡主，你醒了吗？进来吧。少王妃，奴婢是王妃身边的丫鬟静宇，今儿特来伺候您用早点的。王妃已经起身了，正等着您一会儿行敬茶礼呢。德王妃打发自己的贴身丫鬟来伺候我，这是知道了昨夜司流峰一夜未归，对我表示安抚。不知小王爷去了哪里呢？少王妃，我们先行，一会儿在翠竹堂就能见着小王爷了。静宇姑娘这是何意？便是王爷昨夜有事未归，今日一早也该。哪有第一天敬茶礼，心腹自己到堂里拜见长辈的？小王爷也太过分了，这是要让我们大小姐沦为笑柄吗？白玉，无妨的。既然这是王府上的规矩，那么便如此就好了。王妃素来喜欢儿女们淡雅秀丽，少王妃容色如芙蓉，今日最好选些浅色的衣服吧。是吗？白玉，将昨日吩咐你们备下的衣裳拿出来吧，替我更衣。是。怎么，静宇，
还有什么事吗？啊，没有，只是少王妃的衣服华贵美丽，所以靖宇看得正了，请少王妃更衣吧。娘子，抱歉，为父来迟了，所以……小王爷，咱们还是先进去吧。真是可笑，有什么好解释的？也是，走吧。总算是喝了我儿的这杯茶了。你到底是成家的人了，瞧瞧这好颜色的媳妇儿，你呀，可要好好怜惜人家了。甄敏这事儿啊，倒是让我想起以前做姑娘的时候了呢。母亲谬赞了，果然没听靖宇说的是对的。少王妃，请。好烫！母亲，这茶水烫了，您可要仔细些。甄敏真是个细心的。母妃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，茶水大部分都洒在地上了。少王妃，您这是怎么回事？刚进门第一天就将王妃烫伤。我接过茶时，茶就是如此滚烫的。国公府里从没有奴才给主子准备的茶是这样的，我以为是两边府里规矩不同，所以才……我也曾提醒母妃，仔细这茶是滚烫的。你这傻丫头，茶如此滚烫，怎么还捧在手里呢？宫里的嬷嬷交代过，敬茶时若是打翻了茶，便是对夫家不敬，也是不起，妾身就……府上从不曾如此粗心，何况还是这样的场合，分明是有人借机为难木儿。秦大管家，你是怎么管丫头的？还不把备茶的丫头拖下去处置了？小王爷饶命啊！今日的茶是靖宇姐姐让我备下的，我一时疏忽，才犯下这等大错。小王爷，今儿是您的大喜之日，打打罚罚的不吉利。丫头们昨日太累，做事才出了一些差错，不如扣了1个月的月例银子。大管家说的是，今日是我儿的好日子，也是甄敏进府的第一日。罢了罢了。母妃既然不追究，那便饶了那丫头吧。母妃这烫伤虽不严重，但还是要听大夫的吩咐，好好休养。我晚点命人将血脂膏拿来。好了，知道我儿孝顺，但今日啊，你那媳妇儿也受了伤，她是上了宗室玉蝶的郡主，身份到底是不同，你还需要多加关心才是。你父王在世时最重名声，王府也是凭一贯以来的好名声在朝中立足。昨夜那样的事，母妃不希望再发生。昨夜是儿子一时糊涂了，我原本是想往新房去的，只是锦娘……以后少去锦娘那里，到底是个出身卑贱的。你若是想要新人，按规矩也要等1年或者甄敏有了身子，母妃自然会给你找些好的。我看呀，她也是个聪明知礼的，自然会为你着想。母妃不必说了，昨夜是儿子不对，我这就回去对墨儿解释，她向来温柔体贴，一定不会怪罪我的。少王爷，奴婢替您更衣，送您出去吧。天寒地冻的，小王爷仔细身体，莫要让王妃和奴婢担心。本王的事自有人操心，何时轮到你一个奴婢忧心？身为奴才，你就该安分守己，别以为自己可以爬到主子头上。区一个奴才，以什么身份去斥责少王妃？这是要让人笑话我们德王府尊卑不分吗？看在你是母妃大丫鬟的份上，今日本王饶了你。下次再犯这种错，休怪本王不客气。靖宇，今日敬茶一事，是你安排的吧？王妃，靖宇虽然对少王妃是有些嫉妒之情，但靖宇的性子您是知道的。
我怎么会做这种不识大体的小动作？您从小看着景瑜长大，难道我在您的心里是这样的人吗？你且起来吧。你一向沉稳之礼，今日我只当你是一时迷了心窍，也就罢了。是啊，这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，况且他还是我的，我如何能怀疑他呢？我已经和风儿说过，等少王妃有了身孕，便给你开脸。只是你要记住了，西凉墨身份贵重，你若是再冒犯他，就是连本王妃都不好下这个台了。是，玉儿受教了。还有，锦娘那里你要再留心些，莫让那个贱婢再生出事。是。那秦管家是什么意思呀？就这样放过那个使坏的丫头？我都没生气，你们又何必生气？咱们初入王府就先低调些，且看看都有哪些牛鬼。郡主，你怎么把药给洗掉了？你的手都快起水泡了。傻丫头，只是当时看着红罢了。我早灌注功力在指尖，隔开了那茶盏的热度，否则德王妃怎么会去端那茶盏呢？郡主，你也太狡猾了。做戏做全套，我当然还是得装成受伤的样子。不过那位秦大管家，咱们都要多留心些，你们不可与他正面冲突，明白吗？是。小王爷好。你们都先下去吧，本王有事与少王妃说。下去吧。你的丫头们倒真是忠心呢，本王的话都听不进去。难不成妾身要寻些两面三刀的丫头在身边吗？小王爷也不是不知道，妾身府上那位二娘和姐妹都不是好相与的。墨儿，你既然嫁给我，只管放心，为夫必定会护你一生一世。小王爷，哼，男人总是希望女人听了甜言蜜语便会奉为真理，可惜我却不是这种纯女人。对了，昨夜为夫被灌酒了，才没能回新房，你不要放在心上。夫君放心，墨儿醒得的。墨儿，你真美。昨夜为夫冷落了你，如今补回来，可好？怎么办？小王爷，王妃让奴婢来给少王妃送人了。小王爷，是静雨姑娘来了。进来吧。少王妃，这里给您安排了些丫鬟和嬷嬷，月例银子则是60两。如今德王妃一心向佛，所以府里主子们的吃穿用度都减半。您看可还有什么不妥的吗？母亲果真一片慈心，大丫头就免了，房里只用那3个陪嫁的，其他的交由静雨姑娘安排。德王妃并不像一个节俭的人，即使是相佛，也不至于整个府都如此节俭。说起来，早膳也只是寻常富贵人家的分例，远远不及一般王侯之家。我原还以为只是一时罢了，府里的开支难道有什么问题？墨儿，怎么了？墨儿难道是觉得不满？没事，用膳吧。一会儿午饭后，我们还要进宫谢皇后与陛下的赐婚呢。想不到皇兄的孩子都那么大了，娶了什么样的媳妇？抬起头来，给朕看看。给皇上请安。你果真是兰姐姐的孩子吧？眉眼与兰姐姐如此相似，陛下怎么会用这样的目光看着墨儿？难道他竟比我想象的更看重墨儿？若当真如此，我就要更善待墨儿了。哟，这是德小王爷带着自己的小媳妇儿面圣谢恩来了。
小郡主如今倒是有些小妇人的模样了。得了便宜还卖乖，不要脸！多谢千岁爷赞誉，妹子温软害羞，恐怕经不得您这般取笑。温软害羞？哼，一个浅薄无知的毛头小子，根本没见过他心狠的模样，也没见过他手忙脚乱逃跑的模样。爱卿的嘴向来毒辣，丫头还小，可经不得你这样玩笑。好孩子，今日你也辛苦了，回去吧。往后你要好好的。皇上对我的态度好像不大一样了，难道是百里清做了什么？是，多谢陛下。你说他是不是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朕了？陛下不必多想，一切爱恨都是梦幻泡影，所有过往都已过去。兰姐姐，郡主，有个自称景姑娘的丫鬟过来拜见您了。她在外头等了许久，闹着若您不见她，她就不走。听说她是伺候小王爷的老人，您看该如何是好？这德王府当真放肆，不过一个贱妾，也敢要挟少王妃？嬷嬷不必生气，反正我也早料到了。让她进来。既然是少王爷的妾室，本王妃便见一见吧。少王妃安好，贱妾是伺候小王爷的人，今日特来拜见您，请少王妃喝茶。是吗？但小王爷从未与本少王妃提过你。按高门大户的规矩，未曾迎娶嫡妻之前，是不允许爷们有妾室的。如今你对我执的是妾礼，是想说德王府与那些落魄户一般，不知礼仪吗？少王妃说的是，但是小王爷答应过贱妾，只要少王妃进门，他就会给贱妾开脸。您新婚那夜，小王爷可是宿在锦娘那里吗？既然小王爷答应你了，你去找小王爷或者王妃做主就是了。找本少王妃做什么？正常妻子听到这种事，不是应该受到打击的吗？她怎么毫不在意？原本锦娘也不想如此唐突，只是锦娘等得，怕是肚子里的孩儿等不得呢。什么？这孩子是小王爷的血脉，郡主看着就是个心善的，想必也不会对贱妾的孩子下毒手吧？通房丫头在新嫁过来的主母之前有孕，高门子弟做出这种事，简直是败坏门风。好得很。你且放心，我自然是要向王妃禀报的，说不定不日你就要抬姨娘了呢。那就有劳少王妃了。哟，看来今晚可要热闹一番了。督公，德王府的人这般欺辱小姐，您看我们是否要出手？出什么手？是那丫头自己死活要嫁的。况且本座平日已经这么操劳，没见奏折都堆一屋了，还嫌本座不够累吗？您还记得奏折都批不完吗？那您今夜来是？当然是去找本座的爱徒了。你说什么？锦娘有了身孕？我明明叫人给她喝了避子药，怎么会怀上了？莫尔原也不想这么晚来打扰母妃，只是姿势体大。锦娘如今有了身孕，小王爷也答应她
媳妇过门后就抬她为妾。媳妇想，那始终是王爷的血脉，还是在孩子出生前给锦娘开脸吧。母妃不必担心，大丈夫三妻四妾总是难免，为子嗣着想，开枝散叶是媳妇的本分。只要夫君开心，妾身断不会让夫君为难。木儿，都是为夫的不是，难为你了。夫君，你倒是会欺负墨儿大度，可曾想过，这事若是传了出去，让御史台的人知道了，可如何得了？锦娘毕竟伺候我多年，又体贴温柔，我答应过抬她为妾的。母妃不必生气，这到底是我们家的事，只要大家把嘴都闭紧，又怎么会透露出去呢？木儿，真是委屈你了，这事是为夫对不起你，你怎么罚为夫都愿意。好，那就罚夫君要更疼爱木儿，不可以再辜负木儿。木儿，这是怎么了？下午进宫的时候都不曾见你受伤，短短用膳的半个时辰，是锦娘弄的？不是，这锦娘是越发放肆了。甄敏，你未来也是义父主母，怎可因性子和软，放纵的底下人尊卑不分？以后要怎么震慑这些不知分寸的奴才呢？媳妇何曾不知这道理？便是国公府里，也没有妾室能越过嫡妻的。只是锦娘有孕，若在媳妇这里出了事，便更是说不清了，岂非让夫君为难？你是我的王妃，本王当然信你，不会信其他人的。木儿竟是害怕锦娘出了什么事，我会偏袒锦娘，才忍受被欺辱。把那贱婢关进柴房，没有本王的命令，不准放她出来。有错不罚，岂非谁都能放肆？别让人以为谁都能怀上本王的骨肉。木儿，今日你受委屈了，让夫君好好补偿你，可好？小王爷，你家小王爷好得很呢。师父，你这身材也太好了。如何？比起他，本座这完美无瑕的身材，才更配得上爱徒，不是吗？师父，您还是像平时一样阴阳怪气、高深莫测、霸气侧漏的说话，会比较符合您东方不败的形象。东方不败，那是什么东西？那是一种江湖称号，形容人威风无比，无人能敌，风华绝代。难得你这大字都写不好的笨蛋，还能想出这样气势磅礴的词。行了，以后为师在江湖上的外号就叫东方不败吧。师父圣明，东方不败，文成武德，唯我独尊。行了，不必拍为师的马屁了。以后少和司流峰那个丑男接触。小王爷他……就让他睡地上吧，本座送他一夜好梦就是，不必担心。师父，您对小王爷做了什么？管他做什么，你很在意他吗？放肆！你做什么？师父不是说我不过是个玩物吗？那身为玩物，徒儿便好好侍奉师父了。哼，是吗？既然今儿你说要侍奉为师，那为师就成全你的孝心。师父，
礼卿要走了。你再睡会儿吧，天还未亮。就让他这么睡着。想碰本座的爱徒，别说门了，缝都没有。是莫儿啊！昨夜都忘了怎么将莫儿抱上床的了。不知莫儿有没有受伤？莫儿，主子，这早膳已经是热了第3遍了。知道了。啊，小王爷，差点忘记四流峰被百里卿扔上床了。莫儿，身体可还好？怎么感觉全身都很酸痛啊？妾身昨晚都说了，莫要放纵。废话，你被百里卿扔在地板上睡了大半晚，怎么可能不痛？为父也是情不自禁。主子，你们可准备好了？莫要忘了今日的敬茶仪式。知道了。莫儿，我们准备洗漱吧。嫂嫂，韩愈今儿一早就等着你了，你可给韩愈带来什么见面礼了？韩愈，不得无礼，这是做什么？都是自家人，还要讲那些虚头巴脑的礼来做什么？妹妹说的是，妹妹与我一见如故，她送我的璎珞圈子，我可还收着呢。看来司韩愈是当真单纯率直，当初来告诉我百里卿的事，也是一番好意。可惜被司流峰利用来试探我。王妃，宫里来人了，带了好多赏赐，说是要给少王妃的。啊！真敏郡主，这是陛下赏赐给您的。陛下还吩咐，往后您若有空，可以多点进宫看看他。多谢陛下隆恩。莫儿竟如此得陛下的青睐。嫂嫂真厉害，宫里果真是极为宠爱您呢。不过是祖上必印罢了，这些东西又不实用，只能一日3炷香供着。擅自动了御赐之物，流落在外，一旦被追查出来，那可是大不敬之罪。昨天宫里得到的赏赐都已经被德王妃收走，这一次她休想。西凉墨也太死心眼儿了，虽然规定是如此，但也不过是说说罢了，谁不是将赏赐日常对付之用？不好了，景姑娘小产了！什么？昨夜才关进柴房，今日就小产了？不是的，景姑娘昨日还好好的，后来从少王妃那里回来就不好了。许是景姑娘冲撞了少王妃，但少王妃好歹顾念着景姑娘的身子，宽恕一二，那也是小王爷的骨血呀。那景娘冲撞了嫂嫂，嫂嫂就是取了她的性命也是应该的，只是可惜了景娘肚子里的孩子了。哼，少王妃看着如此弱智，倒是好手段，刚进门就让景娘滑胎了。母妃，原来一个小小通房和丫头也能如此质问儿媳，这就是德王府的规矩吗？没错，这原本就是个丑闻，那西凉墨才刚刚进门，要处置锦娘也该收敛一些，或者问一问我的意见呀。小王爷，您真觉得此事是墨儿做的吗？不管是不是莫儿做的，为父都不介意，不过是一个贱婢罢了，打死就是。小王爷忘了吗？昨日墨儿才说过要抬锦娘做姨娘的，可原来你从来没有相信过墨儿。
少王妃身子内里虚亏，似乎有不足之症。果然，西凉墨不得韩二夫人待见，只是想不到韩二夫人竟然做到如此地步。这病可有大碍？当然是需要长期调养的。小王爷日后莫要放纵。少王妃体质虚弱，再者便是，哎呀，少王妃怕是20以后才能要孩子，否则便难保母子双全呐。王妃，小王爷，其实郡主早知道自己的身子是不能在20岁前要孩子的，所以昨日知道景姑娘有了孩子，她心中虽然苦涩，却还是想着为您开枝散叶。依照规矩，小王爷可在妻子1年未孕的情况下纳妾。郡主既然知道小王爷迟早要纳妾生子的，又怎么会去弄掉景姑娘的孩子呢？小王爷不是妾身害了锦娘的孩子的。昨日锦娘一来就闹着非要郡主喝她的茶，郡主念在她有孕去扶她，却被她推了一把弄伤手。郡主尚且隐忍不说，她倒好，做贼来倒打一耙。是啊，若是知道我家郡主竟然被个通房丫头随意欺辱，陛下和皇后娘娘不知多心疼。人民你温柔善良，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的，必定是那不长眼的贱婢不小心滑胎，却诬陷你。把照顾锦娘的大夫请走，同时撤掉所有伺候的丫头。从今日起，让她从最低的3等丫鬟做起，去厨房烧水吧。是。哼，锦娘失宠，西凉墨有20岁前不能生子。只要我把这消息传出去了，西凉墨还有什么脸面？等王妃抬举我当了姨娘，我生下庶长子，往后这德王府还不是我说了算？小王爷，妾身对不住你。我不必有谢，就算咱们不能有自己的孩子，本王也会对你一如既往。可是这事若是传了出去，奴婢自然是不会说的。你最好闭紧你的嘴。若是这事儿传出去，丢了王府颜面，本王就只能把它算在你的头上去。行了，靖宇，你可要谨言慎行，否则本王妃也饶不过你。是。乖孩子，这是怎么了？谁敢给我们雨儿委屈受？为什么自从西凉墨嫁进来了，王妃就不再像以前那么疼我了？连小王爷也因为她斥责我。明明她20岁前不能生孩子是实情，就算传出去要怎样？糟了，王妃吩咐过不准我说出去的。好孩子，连为父都信不过吗？为父当了这么多年老德王的首席幕僚，又是小王爷的启蒙老师，他们如何能不给我几分薄面？这王府谁说了算，你还不知道吗？义父自然是受到小王爷尊重的，只是我却得不到小王爷半分好脸色。你真的很想嫁给小王爷吗？那么为父满足你就是了。而且我的女儿除非不愿意，否则只能成为正室。你放心，等义父取得他手上的东西，他也就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。两位嬷嬷也太狡猾了，这一唱一搭的，上辈子指不定是个说书的，而且生意极好呢。是白嬷嬷好演技，倒像上辈子是个唱大戏的。还是何嬷嬷厉害，看出了锦娘的阴谋，安排了这场戏，既洗清了冤屈，摆平了锦娘，还解决了侍寝的麻烦，可谓是一箭3雕啊！只是这事仍有疑问，
锦娘这般冲撞主母，也不可能撼动我的地位，最多让我落个凶悍的名声罢了。她背后或许还有人在怂恿她，先派人看着她吧。这锦娘既然连自己的孩子都舍得，今后也不必有孩子了。让妹妻找个机会喂她喝一碗绝子汤。奴婢瞧着，那司流风小王爷未必是虚情假意，对郡主倒是有几分真心。嬷嬷，当年西凉无言与兰陵，大漠边疆出生入死，同饮一杯酒，笑看月升日落，挥刀共迎外虏来犯，彼此都是唯一能背对的那个人，并称军中双璧。您觉得他们之间可有几分真心？那应该是有几分的，只是哪有什么只是，不过是情爱易碎，敌不过两句流言蜚语，扛不过权势如山罢了。嬷嬷只是希望您能够幸福，若小王爷他是不同的话，有什么不同？除非是宦官。算了，还是不要说宦官了，那家伙只会游戏人间，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情才对。给我把这贱人房间里的东西都搬走！你们是反了吗？竟然敢对主子这样放肆！我怎么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成了主子了？不过是个贱婢罢了，便处处以小王爷的妾室自居。如今事情败露，小王爷自然饶不了你。给我把东西都搬走！住手！这些都是小王爷给我的赏赐，我不信，小王爷怎么可能问都不问，就这样相信西凉梦？好痛！救命！小王爷已经下令撤走为你看病的大夫，不会有人救你啦。哼，你就好好在这里等死吧。青羽，你以为没有了我，小王爷心尖上的人就会是你吗？我告诉你，咱们都是奴婢，命如草芥，迟早有一天，你会和我一样的。好痛！我就要这样死掉了吗？我不甘心。想活吗？吃了这药你就能活下来，但是这药性会让你一辈子没有子嗣。你是谁？为什么要帮我？你不必理会我是谁，是我家主人让我来的。日后若你有用，我家主子自然会想办法让你离开这个地方。要我便留下来，要不要用，由你自己决定。我不想死，我不要就这样死掉。这是给我做的吗？不是给你的，难道是给别的男人的吗？先放着这些粗活吧。西凉墨身上到底有没有那样东西，你可查出来了？原来你今日过来是为了问这事儿，而不是来陪我。她才嫁过来2日，就出了这么多事，你是嫌我不够头疼吗？你日日与静言那丫头一起，便觉得我也和她一样，什么都不必忧心吗？别气坏身子了，静言是我的侄女儿，她收了景娘的银子，在茶盏上做手脚烫伤了你，我不知多心疼。若非她是我老家唯一的血脉，早就打死了。你就会糊弄我。我也不是想催你，原本咱们是打算等西凉墨怀上孩子，可她却暂且不能生。我们的大计
如何能等这么久？我还想光明正大迎娶你呢。我也希望能尽快得到那东西，只是西凉墨能走到今日，绝不是好糊弄的。况且听说他与蓝氏关系并不好，未必知道那东西的下落。他不知道，咱们就拿他的性命去逼迫蓝氏。若蓝氏真的对他不管不问，那他也没有用了。若他识相，我还能让他给风儿当个平妻，扶咱们雨儿为正妻。若他不识相，就让风儿休了他，让他身败名裂。老秦，是不是雨儿又对你哭诉了？那丫头心大，也不想想自己的身份，如何能嫁给风儿为正妻？风儿毕竟不是我亲生的，又性子高傲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雨儿是你我的孩子，却屈居下人，连自己的爹娘都不能认。你最对不起的就是她，如今你还竟看不起她。你这是要逼我吗？我也知道对不起这孩子，可我能怎么办啊？行了，咱们不说这些有的没的了。前些日子为父在外头太忙，也都不曾回府，可想死为父了。飞小白，你给我下来！飞小白，你再不听话，老娘就把你一身毛都拔掉！郡主，您就放过小白吧，他还小，不懂事。日后白玉多给您做几个那种眼罩。他还小，这臭鸟昨天都欺负上人家母乌鸦了，你就宠着他吧。小王爷，您今日可来得早。墨儿，你可好了些？都是墨儿身子不好，让夫君操心了。你这说的什么话？你只要好好休养，为父便很高兴了。对了，今儿盘点你的嫁妆，靖国公还真是大方，还是如此苛刻的人，也给你准备了不少东西。就是不知道兰大夫人给了我妻什么。夫君，你问这个做什么？德王府是穷疯了吗？先是把我收到的东西充公，现在竟私自开我的库房，真当我西凉墨好欺负吗？啊，没什么，只是当初韩氏对你如此苛刻，为父想着，必定是兰大夫人为你添置的东西。明日就要回门，是不是也要去拜见兰大夫人？小王爷自然是为妾身着想，只是妾身自幼不得母亲喜爱，这么多年来，妾身只见过母亲一面，还是在我那情同姐妹的大丫鬟被韩氏打死的那日，我曾求过母亲救她，可母亲却说，她已是方外之人，让我从今往后不必再去找她。既然她从不需要妾身，妾身便当自己没有母亲吧，此事不必再提了。罢了，既然墨儿你不愿意提，那么为父以后再也不提了。别哭了，啊，你哭得为父心都疼了。小王爷，你不要这样。不必担心，为父会很温柔的。你也要体谅一下为父，不是？简直是渣男！为了体谅你，就要我不顾身体情况迎合你吗？小王爷，不可，还是请小王爷去其他的事弊处吧，以免得他人议论妾身心狠手辣，逼死王爷身边的旧人，妾身实在担待不起。墨儿，即使今儿你不能侍寝，为父也不去其他人那里，只在这里陪你。师父，您突然出现，要是吓死我，岂非白费师父您这半年来的悉心教导？徒儿还打算给您送终呢。送终？怎么，你巴不得你师父我早日驾鹤西去，好让你在外头勾三搭四吗？师父，您总不能每晚都这样吧？要是被人撞见……那杀掉撞见的人不就结了？若是让为师撞见你和那丑男同房，为师便让德王府的男人全都进宫办御驾。
师傅，徒儿今日偶感风寒，恐怕不能伺候您了。你以为我是司流风的蠢物吗？你这小狐狸一撅尾巴，为师就知道你在想什么了。师傅，你每晚都这样，徒儿很苦恼。为师交代你一件事，你虽已嫁入德王府，但只要称病韬光养晦即可，主要精力还是必须放在靖国公那里。上次你让我接近他，如今我已经基本取代了西凉仙和西凉丹在他心目中的地位，你到底要我做什么？为师要你从靖国公手中拿到一块令牌，一块刻着兰家家徽的元帅令牌。这令牌乃是先帝所赐，据说可号令天下兵马。一块令牌就能号令天下兵马，这也未免太过轻率了。哪怕是虎符都有2块，并且不同的大军所用虎符都不一样，这……你说的没错，这块令牌不过是个传说，但它确实是当年兰大元帅调兵遣将所用。就连当年新登基的新帝也很想收回呢。新帝想要兰家的令牌？难道当年兰家的迅速败落和兰陵退出朝廷都与这块令牌有关？为师觉得这衣衫有些闷得慌。可恶，就会吊人胃口。没错，兰元帅也就是你的外祖父，对先帝忠心耿耿。在新帝登基后，他便上缴了这块令牌，但是新帝根本不信任兰元帅，认为他上缴的令牌是假的，所以才有了兰家的迅速衰败。走狗烹，良弓藏，不过如此而已。既然你知道那令牌不过是个祸害人的玩意儿，要来作甚？难道你想要栽赃我那父亲，意图谋逆？你不必试探为师，为师没打那老头的主意。那块令牌上另有蹊跷，不过与天下兵马无关，里面有兰大元帅多年来私藏的宝贝，为师要的是那个。放心吧，拿到了东西，自会有你一份好处。谢过师父。咱们师徒也夜谈了许久，为师惊觉徒儿对为师似愈加有恋慕之意，不如我们早早安歇。忍，我一定要忍！忍个屁啦！师父并没有，以前没有，现在没有，以后也不会有。您多虑了，就此晚安，明早见。你这人是长得鬼斧神工了点儿，但是为师的美貌是天然自成的，你也不必太自卑。师父，你好好享受这人间至欢吧。幻飞天下第2季，敬请期待哦，看为师如何。老妖怪，你闭嘴！哼，第2季看老娘如何取得压倒性胜利。